再半夜不睡觉学狗叫的话，老娘揍死你！这个人类居然对我有着天然的压制力。作为汪星最聪明的崽，突然变成一个人类的小幼孩，该怎么办呀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要干嘛来着？果然新鲜的就是好吃。2天就下一个蛋，还叫，早晚有一天老娘把你们全炖喽！你个小崽子，居然偷吃老娘的鸡蛋，那蛋清还在你嘴角挂着，埋蛋可有用？大早上干啥呢？丫丢犯了啥错？你要这样追着打？他一大早偷吃鸡蛋还有理了？李红梅，我告诉你，不赔3个鸡蛋，这事儿没完。鸭蛋好歹也是你的亲孙女，吃2个鸡蛋咋了？再说你有啥证据是鸭蛋吃的？我还说是你吃了栽赃给鸭蛋呢。哼，睁大眼看看，老娘要吃鸡蛋也不会生吃，你不赔也行，老娘连着1个礼拜去你家鸡窝掏鸡蛋。多的没有，爱要不要？哼，管好你家狗崽子，一天天净出来霍霍东西。管好你自己吧！再说一句，老娘今天跟你干到底！你让说就说啊，老娘喂鸡去了。这房间比我之前住的狗窝还糟糕。知道你奶是啥人，还非得往上凑，你被打也是活该。以后长点记性，别再往你奶跟前凑，也不要学狗叫了，好不好？贴贴脸，不难过。鸭蛋，你刚刚说话了？是呀，贴贴脸难过就会飞走哦。你是谁？你不傻了是吗？你恢复正常了对吗？我是鸭蛋啊。那我是谁？你是李红梅呀。老天开眼，老天开眼！咸咸的。你乖乖在床上玩，娘去给你们打水洗脸。我想吃毛蛋。毛蛋是你哥哥，不能吃。以后和别人说话的时候，要在前面加上称呼，比如我是你娘，你得喊娘，知道吗？汪博说了，一条狗只能有一个妈妈，鸭蛋是条好狗，不能抢别人妈妈。虽然不知道自己妈妈在哪儿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长大。毛蛋在哪呀？让你睡觉老实点，天天掉床缝里，哪天老鼠把你吃了都不知道。听见没？说你呢。你也是狗狗吗？毛蛋的嘴巴是被坏蛋用膏水粘住了吗？以前花花也是这样，它本来声音可好听了，嗷嗷的叫，但被坏人弄伤以后就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后来它就不见了。汪叔叔说他去了很远的地方。毛蛋，你知道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哪儿吗？吵！你会说话呀？但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好吗？说话要大点声才能听到呀，要像我这样大声，知道吗？李红梅，快过来洗脸漱口，一会儿去晚了，大食堂就只剩米汤了。都说了多少次，尿裤子要吱声，不能上床，把老娘的话当耳边风是吧？我没尿裤子，我只是忘记脱掉了。你是一个人，以后再3更半夜爬去院子里到处撒尿，老娘打死你！今天食堂有鸡蛋，食堂有鸡蛋，为什么偏偏是今天？足足3个鸡蛋啊！就你这样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别饿死了丢老顾家的人。公家的饭都不积极，还指望你们能干啥事？你但凡能搭把手，我至于来不及吗？就是，不吃就还我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吃，哪有给出去还往回要的道理？走，咱们回家。红梅梅，我流血啦！一会儿到地里，娘嘎点臭草给你敷上。谢谢红梅梅。我是你娘，你得喊我娘，不能直接喊名字。饿。就知道老太婆没那么好心。快吃，吃完得去干活。谢谢红梅梅。毛蛋，再不吃一会儿老娘把你的手给缠上。我说了多少次，你是人不是狗，吃饭要用勺子。红梅梅，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红梅梅真是个大好人，以前吃别人的饭都会挨揍的，现在不止没有挨揍，还能有鸡蛋吃。抬头，娘帮你擦脸。谢谢红梅梅。傻了那么多年，能恢复正常说话就很好了。哟，大嫂，出门上工啊？要不把毛蛋和鸭蛋放家里，我帮你看着。自己都顾不上自己，还一天天想着管别人家的事儿。娘，你咋说话呢？你不帮大嫂，我帮一下还有错了？你能管好自己那3个娃就不错了，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还生个不停。别人家的儿媳妇能生，婆婆都乐开花，就你个老太太天天嫌这嫌那的，你乐意生就自个儿带。李红梅还不走，一会儿等着被骂吧。不麻烦弟妹了，娘你等等我。2个小傻子还当个宝。大虎、二虎，去烧火扒饭热一下。娘，今天那么多鸡蛋，我们能吃一个吗？你们小吃半个就行了，剩的留给你爹中午吃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烧火，三妞跟上。你们俩乖乖在这里玩树叶，有事就喊娘，知道不？夫妇。好了，等娘忙完这几天，给你勾一双新鞋子。呸呸呸！鸭蛋，过来这边。谁？王伯伯，王伯伯，你等等我呀！鸭蛋儿，3年前你投胎的时候发生意外，导致你现在才觉醒记忆。作为补偿，给你一方只有你自己能看到的空间。要切记，这一世你不是狗，而是一个真正的人，要努力，好好当人。汪伯伯，我是死了吗？不能被人发现你的特殊，
上辈子的记忆要守口如瓶，有旁人在场时不能使用空间，否则必有栽赃，不可轻易相信别人。话尽于此，一定要好好活着，保重。原来我不是梅娘要的狗人崽子了。鸭蛋，我不是让你乖乖跟哥哥玩吗？娘抱抱。好鸭蛋，多喊几声好不好？娘，鸭蛋的娘。再一个人乱跑，老娘打死你！万一遇到蛇怎么办？遇到蛇我一口咬住。遇到蛇你要做的就是快跑，真傻傻乎乎咬上去你就死翘翘了。听话，我是最乖的狗崽子。你是人，不是狗。我是一条好人。乖乖在这里。听说中午食堂有肉，乱跑去晚了就没了。不乱跑，我发誓。嘿嘿，你在做什么呀？哥哥他被风吹掉了耶。不乖，哥哥才配不乖，不带我玩。不让玩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哥肯定会保护好我的。我娘是最好的娘，我哥哥是最好的哥哥。我鸭蛋好了，娘你要不要给几个鸡蛋庆祝一下？老娘就指着那几个鸡蛋换养老钱，你还天天惦记。瞧你那抠搜样，几个鸡蛋藏着掖着当宝似的。你不抠搜，那你拿几个鸡蛋出来孝敬我这个老太婆，想得美。李红梅，你确定鸭丁真好了？你见不得我家鸭丁好是吧？来，今天中午食堂不是吃肉吗？我寻思既然丫丫这孩子能听懂话了，让他先过去排队。现在想起我家丫丫能干活了，排队可以，到家你得给丫丫2小块糖甜嘴。丫丫那么大还没吃过你这奶奶的东西，要说你也真是够抠门的，就没见过谁家奶奶像你这样的，顶多1块糖，不成就拉倒，大不了一会儿下工我跑快点。成交。你啊，别欺负哥哥。我在和哥哥玩呀，哥哥也玩得很开心哟。妹妹坏。毛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娘，我有办法让哥哥说话。亚娜儿，娘说了多少次不能咬人，又把娘的话当耳边风是吧？你这孩子也是，被欺负了不吱声也不动弹。不对呀，以前试当狗的经验来看，任何物种疼的时候都会有反应才对。难道毛蛋不是地球的生物种类？娘刚刚跟你说的话记住没？娘，我刚刚耳朵跑路啦。早上我们去打饭那个食堂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你带着毛蛋帮娘去食堂那里排队好不好？一会儿下工娘就过去找你们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不能乱跑，也不能和哥哥走散，到没有？知道啦。鸭蛋能好，毛蛋一定也能好，到时候就能和普通孩子一样跑跑跳跳，吵吵闹闹。红梅，别偷懒，哎，干活干活。哥哥坏。妹妹咬人的时候好像很开心，以前妹妹也现在的感觉不一样。咬。毛蛋的手臭臭。骨头藏到一个不会被发现的地方，藏哪里？我骨头呢？哥哥抱抱。娘骂。我的骨头不见了。娘，食堂。哥哥，我们去食堂吧。就你会叫，我叫的比你好听，汪汪汪。妹妹真的正常了吗？除了会说话之外，好像比以前更像狗了。又没人，你叫唤啥？一天天吃饱了撑着是不是？哥哥，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根大棒骨头呀？我肯定藏好，不让它被抢走。以前没有食堂，爹回家总会买肉和骨头，那几天娘都会很开心。爹？咱们的爹吗？他是谁呀？为什么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？我是指挥官，你们都要听我的。上次你已经当过指挥官了，今次该我了。我不要演鬼子，每次你们都下手那么重。你们在玩什么呀？玩打鬼子啊！顾狗崽子又要出来咬人了。我现在不咬人啦。骗人！傻毛蛋手上的伤口一看就是刚咬的。可是你也打我了呀。排队。好。哥哥，我困。原来骨头藏在这里呀。鸭蛋儿，我说的话你又忘了。王叔叔，我怎么看不到你啊？你不用看得到我，这就是给你补偿的空间农场。你可以用意念存物品，但存放东西必须得通过你的手接触。空间时间以及植物生长时间和现实一样，好处就是可以保证不会受虫害和天灾。用意念不代表你不会累，所消耗的体力是现实的2倍。旁边那块屏幕就是你的农场等级，随着等级提高，农场的设施也会变得越来越完善。不要被别人知道，想想阿三怎么死的。汪伯伯，我知道啦。茅房屋里有一本种田手册，那是种地启蒙书。好夸张哦，王伯伯一如自忘的可爱。可王伯伯，你也不是人呀。不过现在已经有人爱我了哦。种地得有种子，所以种子要去哪里找？买的话要花钱，可我没钱，现在只有一根骨头，用骨头换也没人要。去偷？不行不行，好狗是不能偷东西的。我是种花家的狗崽子，一定会学会种地的。鸭蛋醒醒。娘，累了是不是？你去哥哥旁边站着，娘打完饭带你们回家。好。刚刚那只是个梦吗？
空间出现吧，所以都是真的。但是没有种子怎么办？不怕，鸭蛋不怕困难。老二过来，谢谢娘，下午我帮你干活去。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。娘，老娘还能赖你不成？这可说不准。给，老娘可不像你。奶奶，我也要吃糖。一天到晚屁事不干，天天就想着老娘这点东西。老娘不让你们给养老钱就不错了。呸！大虎二虎好歹是你孙子，我呸！当初你进门的时候，老娘就说了，咱各过各的，等老娘干不动了，你们再给养老钱。孩子是老娘逼着你生的。走，鸭丁毛子，咱回房吃饭去。给娘吃。这是给你的报酬，你自己留着。娘，报酬是什么？能吃吗？就是你帮奶奶排队，奶奶给你的好处。娘，我能不能换一份报酬呀？吃完饭你自己跟奶奶商量去。你奶奶除了抠门点儿，人还是不错的。那我等会儿就去找奶奶。鸭蛋来，娘教你用筷子，饭你用勺子舀，注意点，别弄得到处都是。娘，我是条好人，不会浪费食物的。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毛蛋也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家里积蓄不多，希望今年他爹能回来吧。毛蛋好歹还见过他爹，鸭蛋出生到现在连他爹影子都没见着。娘，不难过哦。娘不难过，鸭蛋能好娘开心呢。我喜欢娘开心。乖乖吃饭，娘去院子洗衣服。我来帮忙。你乖乖吃饭就已经帮了最大的忙了。那我乖。吃饱该忙正事啦。哥哥吃糖。嘿哈！哥哥竟然不服我，不给你吃糖啦。嘿嘿，奶奶好。要糖没有？奶奶我不要糖，我能不能用糖换种子呀？你要什么种子？要来做什么？是种子就行。给，别一会儿又嚷嚷着我骗你。谢谢奶奶。娘说的果然没错，虽然奶奶早上打自己的屁股，但她是个好人，有第一颗种子就能收获一堆种子，种地大业指日可待。娘你看，我用糖换了一颗种子。一颗糖就换了一颗红豆。奶奶真好。你个老太婆还真不是人，连3岁孩子都忽悠。鸭蛋主动要换的，不信你问他去。一颗糖起码换10颗红豆才对，不给补上这事儿没完。明儿我就坐大队长门口哭，你个老太婆停，老娘真就没见过你这样爱计较的儿媳妇，顶多再给5颗，5颗就5颗，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婆婆呢，都不是啥好东西，你装啥大暗沉？大嫂，娘就是觉得鸭蛋傻愣登的好骗。你才傻！再说我家鸭蛋，老娘还打你男人，不识好人心，活该生2个。你少说2句吧，大嫂挺不容易的。她不容易又不是我们害的，你还在这心疼上了？咱就过好自己的日子。你懂个啥？谁家婆媳妯娌不吵架？是，孩子刚睡着，别把他们吵醒了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回房间去。好嘞。用水浸泡半天，然后在土里挖出手指深的小土坑，把泡过的种子放进去，再埋上土。鸭蛋，都说了多少次，睡觉之前要先去尿尿，这床都要被你的尿浸透了。王婶，我有事耽搁了会儿，下不为例。谢谢王婶。哥哥，我出不来啦！哥哥是坏蛋。哥哥，你尿我身上啦！你已经长大啦，尿裤子羞脸哦。下次可不能尿我身上了哦，不然娘会以为是我尿的。哦。娘，我来帮忙呀。不用你帮忙，王婶那边没太阳，你到那边玩吧。好哦，王婶婶，花生的种子也要泡吗？不用，你问这个干啥？我想学种地呀。你这小胳膊小腿的，别还没下地就累倒喽。别看我小，我可是超能干的。花生的种子不用泡，来，这2颗花生给你，拿着吃吧。真的给我吗？上一边玩去。谢谢王婶婶们。空间那么大一片地，肯定要多种点东西。哥哥，你知道从哪里可以弄到种子吗？种红薯。红薯虽然脆脆硬硬的没什么味道，但是能填饱肚子。哥哥，我想要红薯种子。明天给我。娘会种。哥哥，他们是在做什么呀？哥哥，理我。咯咯哒，哥哥是鸡，咯咯哒。安静呀，我家毛蛋哥说话了呀。打猪草。哥哥，猪草狗能吃吗？狗吃屎。瞎说，好狗是不吃屎的。哥哥是大坏蛋，我不要喜欢哥哥啦。哥哥要记住哦，下次我再说不喜欢你，你摸摸头我就原谅你啦。哥哥讨厌我吗？没。那我原谅哥哥啦。今天娘不牵你们了，你们走到前面带路好不好？好，哥哥我们走啦。没人知道我以前内心的自责，只要孩子好好的，苦点累点都不算事。今天吃杂粮馒头、红烧肉，还有青菜。娘，肉好吃。谁不知道肉好吃？今天吃了，估计要等3个月了。我去打水，给你们洗澡。娘，我有大事要说。说啥子？你看这水位，以前到这儿，现在才到这儿。我用水少，还真没注意过。你是说会有天灾？
别急别急，现在丰收河的水还好好的，应该没什么大事。你要实在不放心，就趁着闲工夫去山里挖野菜，晒干放着。可能是我想多了，保不齐明天就下雨了。再观察一段日子，看看情况再说。册子上的方法和王婶婶的差不多，只多了最后一步，浇水。水瓢只有一个，还泡着红豆呢，泡了那么久，应该可以种了吧？鸭蛋怎么躺地上了？这孩子脑头上怎么全是虚汗，呼吸也这么沉，跟干了多重的体力活似的。毛蛋，你也过来擦一下。好多好多呀！要赶紧回去，鸭肚起来要是见不着人，逮着毛蛋咬就不好了。快起来把脸擦了，准备吃饭。娘，今天吃什么呀？还能吃什么？3餐稀饭，咸菜里面放了辣椒，你试试能不能吃。不能吃的话，娘还给放酱油。我要开始吃啦！娘，红花花！今天运气还挺好的，换做平常这花早被别的小儿摘了。吸一下看看。甜的！不张嘴，老娘打死你！娘现在为什么只骂自己？这个叫美人枪，也叫巴芋，花茎甜甜的，底下的芋坨子也能吃，就是味道不太好，比不上红薯。不过以前饥荒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挖这个煮着吃，或者晒干磨成粉做成饼子。娘好厉害呀，什么都知道。明天早点起来，娘带你们去捡刺泡，那果子好吃。好，明天我一定起早早。你们乖乖在这儿待着，娘去上工。哥哥，那绿绿的藤就是红薯种子吗？所以要怎么做才能拿到地瓜种子的同时又不被人怀疑呢？哥哥，我在思考大事。什么？哥哥，我想要红薯种子，就是那个藤，但我不想让大人知道。走，去那儿呀。藤？哥哥，那个跟娘哥的藤不一样啊。一样。哥哥真是红薯。哥哥，这里为什么会有红薯呀？没人过来挖吗？这里有的话，为什么娘还要种呀？哥哥，等等我呀！哥哥，你为什么不等我呀？红薯藤已经有了，妹妹应该不会再唉声叹气了吧？怎么才能把地瓜藤收进空间？得想个办法。有啦！哥哥，我要去嘘嘘。娘骂！我真是去嘘嘘，很快回来。嘿嘿，我可真是个聪明蛋。哥哥，我回来啦。哦。奶奶，这个土堆一定要堆那么高吗？你这丫头问那么多干嘛？奶奶，你就跟我说嘛，想知道想知道。土不拢高的话，红薯根会露出来，到时候结的红薯就又少又小。现在埋藤下去，等到1个半月后还得来培一次土，中间还要撒粪拔草，要干的活可多嘞。奶奶，什么时候能挖红薯呀？9月份挖红薯，来看看这个，奶奶给你做的耳环。奶奶，这个会打脖子耶，有点痒痒的，好玩。我要举报春花婶偷懒，眼皮子比我鞋垫子还浅，就是破坏集体利益的蛀虫。你什么你？娘，奶奶死掉啦！昨天她去食堂跑得比我还快，死个铲铲。娘，你可不能出事啊！你出事了，我们娘几个可怎么活？收，太夸张了点儿。我的娘嘞，自强都没来得及回来看你。我的奶奶嘞，才刚老就死翘翘啦。老娘让你碎嘴，一天天比我这个50岁的人还好事，传出去好听是吧？不干活，围着干嘛呢？都麻溜散开！顾月，怎么回事？春花婶偷懒，我提醒2句她就晕过去了。他婶儿，你也知道我家月月，他就嘴碎一点，心不坏。红梅，你说是怎么回事？王婶婶，我知道。鸭蛋不会坏事吧？我一直在那边干活，让我家鸭蛋说吧。王婶婶还记得我昨天问种花生的事儿吗？记得。我刚刚问奶奶怎么种红薯，然后那个姐姐走过来说奶奶偷懒，还说举报的就是你，你就是个破坏集体利益的蛀虫。奶奶一直发抖，说不出来话，然后嘎巴一下就死掉了。小华儿啊，我不活了，被一个小辈欺负到头上，可怜我那老头死得早，当初要不是他引开鬼子。春花姐冷静，顾月快过来道歉，快去。凭什么我要道歉？上次也是这样，他婶儿啊，我会教好他的。晚上我拿6个鸡蛋给你补补身子。邻里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不如大红你确实该好好管管。他刚刚还想说我家老头是吧？顾月，今天老娘就告诉你，没有我家老头，别说你爹还有村里1半人都得死。我一定教好他，不教好都不让他出门。行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我看你书念傻了，顾老头你也敢说？少管别人家事儿，谁家敢要你这么个长舌的儿媳？可是书里说，书里没教你尊重老前辈的家属。我以后不说就是了。是不是有谁怂恿你？没有，我就是
就是上次被鹅鸡蛋不服气，上次赔2个，这次赔6个，再有下次老娘把你的腿打断，还不去干活？你现在也算在偷懒，举报别人之前多想想自己。成交，白得2个鸡蛋。我闺女真棒，你跟奶奶玩啊，娘干活去了。我以后会更棒的。鸭脖确实不错，开智以后越来越像奶奶了。开智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奶奶继续干活了。奶奶，有事说事。娘有报酬，那我是不是也有报酬呀？我是你奶奶，尊老爱幼，敬长辈，明白不？我就是幼崽呀，奶奶爱我就直说嘛，报酬我可以少要一点的。没有报酬，别想占老娘便宜。奶奶，我不要鸡蛋，糖也没有，红豆也没有。我也不要糖和红豆，桃酥和红枣也没有。奶奶，桃酥是什么呀？这丫头是故意找茬吧？那你说说看，要什么报酬？奶奶，我想要3根红薯藤，空间里的没有叶子，万一种不活，可以拿新的补上。拿去玩吧。奶奶，被发现不会挨骂吗？一把子红薯藤有什么可骂的？过2天你应该能在食堂吃上。奶奶真好，下次我还帮你哦。哥哥，这是奶奶给我帮忙的报酬哟。哦，哥哥，你看我捉住了。你不害怕吗？哥哥，你刚刚说了4个字哎。不重要。重要，哥哥昨天能说3个字，今天能说4个字，明天就能说5个字，就像我一样。以前我只会汪汪叫，现在这嘴一天天叭叭都不会累哦。我们怪胎。哥哥，怪胎是什么？我们和别人不一样。可是每个人本来都不一样呀。汪伯伯说过，每条狗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那比狗狗更高级的生物怎么可能一样嘛？哥哥，我又要去西西了哦，把红薯叶子藏在这里，以后这就是我的秘密基地。哥哥快看，我有小狗尾巴喽。那是草。好看呀，小尾巴摇啊摇，以前我的尾巴可漂亮啦，摇起来像小松鼠的尾巴一样，只可惜现在没有了，屁股蛋那里只有突出一点骨头。哦，鸭蛋，帮娘递一下水。给娘喝。喝，以后一天必须得喝3次水，知道吗？知道啦，哥哥也喝。毛蛋今天怎么那么乖？我才不要做唯一一个挨骂的人。鸭蛋带路，出发食堂。好嘞。该给俩孩子弄个小草帽了，鞋子也要尽快提上日程。毛蛋的裤子也该添布了，下面短一大截，露出的皮肤上全是被蚊子咬的包。河水跟往日没什么区别，难不成真是自己多虑了？娘，怎么啦？没事儿，一会儿娘带你逛一逛村子。好呀，哥哥会去的地方可多啦，他还带我去打猪草的地方玩嘞。你哥还会主动带你去玩？是呀，哥哥可厉害啦，今天他一句话说了4个字哦。这条是主路，旁边有小路都能走，基本都是通的。娘，丰收河怎么从村头流到黑猪村呀？这里是咱们村，这里是黑猪村，这里是飞牛山。丰收河往飞牛山后面，然后分支流进黑猪村。娘，飞牛山在哪儿呀？到时候娘带你们去看看。飞牛山东西可多，有菌子，有野果，听老一辈人说还有熊瞎子。那熊可是会吃小孩的，所以千万不能偷跑去飞牛山。附近的小山倒是可以去玩，但是你必须把毛蛋带上。红薯种子已经弄到手啦，去山上或许还能找到别的种子。娘，那我下午可以和哥哥去玩吗？这事等过2天再说。李红梅，有你的信。我是李红梅。1封信和汇款单，没问题，在这里签名。谢谢同志，辛苦了。嘿，为人民服务，不辛苦。娘，强哥写信回来了，快念来听听。这臭小子都有半年没寄信了吧？他还给寄钱了，他半年就寄10块钱回来，你不管问问？奶奶，我瞧瞧。娘，可能是强哥他怕寄太多会丢吧？他跟你这样说的？哎呦，你平时跟老娘呜呜喳喳的，怎么在自家男人面前就成鹌鹑了？强哥是英雄嘞。你们干嘛不理我？乖啊，娘跟你奶奶说正事呢。念念看，这信里都写了啥？今年能回来过年，家里可安好？没了。娘，强哥说过年回来，凡事多为自己着想，没到手的都是虚的。你呀，算了，你开心就好。娘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去吧。爹长什么样？吃完饭再说。娘，我吃光光啦。来，娘给你讲讲你爹。我和哥哥都准备好啦。你爹名叫顾自强，他很高，皮肤很黑，你的鼻子像他，毛蛋的眼睛像他。娘，爹是好人吗？那当然，你爹是个顶好的人。呀，怎么都蔫掉啦？汪伯伯是大坏狗，册子上也没说要泡多久呀。汪伯伯一点都不靠谱，还是先去垄土吧，等垄完一垄地再来看看。嘿哈，种地好累呀，还是狗爪子比较快。鸭蛋，快醒醒！妹妹今天都做什么了？
你起来穿好鞋子，咱带妹妹去黄赖头那里看看。娘，你帮我跟王婶说一下，我得晚点过去。鸭蛋好像生病了。大嫂，亚娜她怎么了？该不会是面着了吧？她今天被吓到了，不知道午睡前还好好的。要我陪你去不？不用。你要是真心疼丫娜，就给一个鸡蛋她补身。老娘现在不想跟你吵架，还不麻溜去？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大嫂那边我看着，你上工去，多攒工分，年底多换点肉。成。如果村里看不了，你让大虎去叫我，咱去镇上卫生院看。你别叨叨，我是轻重不分的人。黄大夫，黄大夫，咋了咋了？你过来吧，我这走不开。我家鸭蛋睡觉前还好好的，这才1个来小时，怎么也叫不醒。身体有没有发热？这2天有磕到脑袋之类的吗？没有发热，他昨天从凳子跳下来摔了一跤，但头上没有鼓包，也没有青紫。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太累了。娃还小呢，干重活也得等再长大一点。你是知道我家鸭妮儿的，以前就一狗崽子，昨天刚能认人，我怎么可能舍得让他干活？你放他躺下，我再看看。唉，就是劳累过度导致的。你要信得过我，就让他好好睡一觉；要信不过，就另请高明吧。那他今晚能醒不？估计到晚上饭点就会醒了。那你顺带看一下我家毛蛋吧，我总感觉这孩子也不傻，这个月也不怎么流口水了。不要，孩子能吃能睡就行。万一他像鸭蛋一样，突然就开窍也说不准。您说的在理，没事，那我回去了。可别把孩子摔喽。大嫂，鸭蛋没事吧？黄赖头说他是累的，睡醒就没事儿。那就好，我家自立不放心，让我过来看看。大嫂好像要生了，要生也不能在路上生，人马上到家了。大虎去烧水，二虎你去把你爹喊回来，你娘要生了。我去叫刘好婆。来不及了，你帮我接生吧。我不行，跑着去，很快的。头已经出来了，就算是晦气话也要先说好，有什么问题可不能赖我。好。这孩子怎么不哭啊？翠芳，我打了哦。大嫂，好歹你也生过2个，别慌。我生的时候又见不着，能一样吗？是个女娃，小丫头眼睛像你。行了，你抱着孩子先去娘的房间待着，我收拾一下。大嫂，谢谢你啊，一会儿煮红糖鸡蛋的时候多煮2个，你也补补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鸭蛋还在路边呢，我得接人去。辛苦大嫂，一点点心意。得，那剩下的交给你了。毛蛋，鸭蛋，你们快出来！毛蛋，鸭蛋，你们快出来！顾老大媳妇儿这是怎么了？不晓得，看他这样子，该不会被人欺负了吧？再敢胡诌八扯，老娘撕烂你们的嘴！别慌，有事好好说。娘，毛蛋鸭蛋不见了，到处都找了，没找着人，怎么办？我出来上工的时候，他们还好好的。你把这事儿从头到尾捋一遍。就是我带俩孩子去黄赖头那儿，回来的时候翠芳羊水破了，我一着急把鸭妮儿放路边让毛蛋看着，先抱着翠芳回家，来不及去找接生婆，还顺便接了个生。等孩子出生后，我回去接兄妹俩，他们都不见了，村子里我都找了一遍，没有找到人。娘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要是遇到天杀的拐子，都怪我，我不应该把鸭蛋和毛蛋留在那里，我可怜的娃。先别哭哭啼啼的，我去跟小华请个假，不行老娘就陪你去找鼠苏。红梅啊，孩子指定丢不了，你就放宽心吧。还不快走，该急的时候你不急。娘，要不咱们还是先去找苏苏吧。急什么？天塌下来还有老娘在。娘，你看他们那看不起人的样，你以后再这样，老娘真把你腿打断关家里。老二，你有没有看到毛蛋回来？没有，毛蛋不见了。你先忙着，翠芳现在也离不开人，我和红梅再去找找。鸭蛋房妞妞，你是想说毛蛋在房间里？谢，没丢就好，没丢就好。娘，我手有点痒。孩子是你的，打还得问过我。算了，今天这事我也有错。老二，你媳妇儿坐月子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解决？还是老样子。说好啊，衣服什么的你来洗，1个月时间，我只负责照顾翠芳和最小那个，3个大的我不管。成，走，辛苦娘了。娘，这地不种时间长就荒了，如果不种菜，种点别的吧，比如红薯什么。孩子要是肚子饿想加餐，还能摸着点东西吃。要是真给种的话，还能晒红薯干给娃当零嘴吃。如果自留地能种点东西，起码也能安心些。这事儿不能偷偷来，得放到明面上。晚上我去找大队长说道。成嘞，那晚上我陪娘一起去。我看你是想去看热闹。我先去把自留地土翻了，你们娘俩聊。毒婆婆，我来借把锄头收拾家里的陪水沟。签个名吧。哎，好。狗剩今天怎么没在？他呀，怕我口渴，非得跑回去端水。狗剩可真孝顺，有这么个小棉袄，你以后可宽心喽。我家鸭蛋现在可乖，有时间可以让他们2个一起玩。鸭蛋真好啦。好了，我娘说她这是开窍了，
以后肯定是个有出息的崽儿。要是再咬人，你得给我家狗剩一点补偿。没问题，你要玩泥巴就玩，不玩的话把奶奶地里的草拔了。又开始高冷的不回应了。娘，嘘嘘要憋不住啦。记得脱裤子。好，娘饿啦，它不舒服。娘你听，咕噜咕噜。娘去打饭，你去跟哥哥玩。虎子哥和妹妹也在，不许咬人，听到没？好哦，我是最乖的蛋。对对，你是最乖的蛋。哇，我现在是一条好人，好人是不会狗叫的。听不懂。哥哥，你在玩什么？肉吃。那是泥巴，毛蛋真是个黑心蛋。唉，不能吃。哥哥，我已经不是2岁小孩啦。哦，毛蛋鸭蛋，过来洗手吃饭。来啦，娘今天吃什么？今天吃南瓜，还有菜饼子。南瓜好吃，这个饼苦苦的。快吃，娘还给你们留了好东西。哇，我的娘真是太厉害啦！你呀，还是个小马屁蛋。我才没有拍马屁嘞！红梅就是最厉害、最好的娘，毛蛋也是最好的哥哥。等着，小心烫。吃完红糖鸡蛋，我崽崽都身体强壮、健健康康。娘也要身体强壮、健康。好，娘也吃。汤也要喝一口呀。我家鸭蛋怎么那么乖呀？娘都舍不得骂你了。娘骂人的声音也超好听的。真是个虚伪的狗崽子。哥哥慢慢吃，呛着可难受喽。要去空间看看。还好看起来没什么大事，要开始浇水了。什么时候发芽呢？明天再弄一个。要是还没有发芽的话，那就是死翘翘啦。鸭蛋，娘，我没睡着呀。你个傻蛋，怎么又弄自己一头汗？你这头发也该洗了，明天娘给你煮点皂煮水洗头发。好呀，去喊哥哥出来。好，哥哥，我是不是香香的？臭，哼，娘叫你去洗澡。红薯藤都变滑溜溜的，再泡感觉就要死翘翘啦。可不泡的话，感觉放一晚还会蔫巴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种到土里，好歹还有活的机会。可以按照奶奶种红薯的方法，把带叶子的红薯藤种下去。虫豆豆、花生生，你们可一定都要发芽呀，不发芽就白干了，还得重新弄种子。娘，醒啦，快去上茅房去，养成习惯以后就不会尿床了。好。娘，昨天说好的2个鸡蛋，把这事儿忘了。那张大红昨儿个压根儿没过来。走，咱上门找他要去。对了，娘，自留地的事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说？晚上吧。那丫头难带得很，一整晚都吭吭唧唧的。这边刚喝完奶，转眼又吐一身，感觉她比丫朵小时候还难带。要我说，还是毛蛋最好带。哎呦，你们来了，来得正好。我寻思着你家翠芳刚生了娃，特意等今天母鸡下蛋多，给送2个。谢了啊，邻里邻居就属你最有心，都是一条村的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娘，咱快去打饭吧，别一会儿又只剩米汤了。还真是，大红，咱回头再聊。今天要不你把2个崽留家里？别想，到手的鸡蛋我不可能还回去。抠死你得了！论抠门我只能排第2，你是当之无愧的第1。你给强子写信的时候，多说说家里苦，别整天说一切都好。你看村头的秋菊，1个月去4次镇上，每次回来都是大包小包的，不用干活，只负责看好孩子就。咱不能和别人比，万一说家里不好，强哥分心怎么办？你老实说，这几年强子一共给你汇了多少钱？10块钱啊，一共寄了3次信回来，我都有跟你说来着。这小子该不会外面有人了吧？还说毛蛋傻，我看你才是最傻那个。娘，你回来啦！今天红薯地在小牛山旁，一会儿你可以去山上转转，但是不能走太远，没有路的地方也不能去，记住没？记住啦。娘就在那边干活，你们兄妹俩不能去玩太久，听到没？听到啦。吃。我的舌头坏掉啦！妈，好吃，喝。哥哥是大坏蛋！哦，让你坏！啊呜！哥哥道歉。我不，有本事打死我！哥哥好棒呀！今天说了5加2个字。作为奖励，我就勉为其难陪哥哥上山玩吧。走吧，我的坏蛋哥哥。你在讨好我？哥哥，什么是讨好？走，玩。哥哥，山上有没有好吃的呀？没有。好吧。哥哥，小兔子。哥哥，你去帮我找好不好？那么大一个兔子，肉肯定可多可多啦，想吃想吃。咬人。哥哥，它敢咬你，我帮你咬回去。狗咬兔子，是人咬兔子。跑了。哎呀，怎么就跑了？100斤，起码100斤啊！走吧。可惜啊，哥哥今天是几号啊？ 21。
21号早上，这天跑掉一只上百斤的兔子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哥哥，那是什么呀？红豆，哥哥，红豆是不是5天发芽呀7天吧。那什么时候浇水呀？不浇。植物肯定也要喝水的呀，感觉哥哥也不是很靠谱，有机会还是问王婶婶吧。傻蛋过来，哥哥怎么了？再叫我傻蛋，我要生气了。吃。哥哥先吃。吃。哥哥这个好吃。吃。我一颗，我一颗，哥哥我一颗，我一颗。哎，好像哪里不太对。吃。哥哥，帮我把花绑起来好不好？给。这个送给我最好的哥哥。谢谢。哥哥，家人是不需要说谢谢的哦。知道了。上辈子一直都很羡慕别人有哥哥，这辈子我也有了。虽然哥哥不爱说话，但是没关系的。我以前可是跟隔壁的狗狗对骂，能叫一整夜的狗。哥哥，我们下山找娘吧，等会儿花被晒蔫就不好看了。好，说好的玩一小会儿，这2崽子怎么去那么久？不会迷路了吧？这是给娘送的花花。谢谢小鸭蛋。娘，哥哥也很爱你哦。娘知道，我的崽都是乖崽。哥哥，刚刚那果子能挖回家里种吗？有刺。哥哥，为什么你逗毛毛虫玩？好玩。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没意义的事情上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？我现在想学写字，想学种地，这应该就是有意义的事吧？我教你。可是哥哥都没上过学，也没有种过地。你看我，这是1，这是2，这是3，一直写到10。你写1、2、5后面是6， 6后面是7，还行。哥哥，我的名字怎么写啊？会数数已经很棒啦，剩下的等哥哥上学以后再教我吧。哥哥那么厉害，肯定歘歘歘3、2下就学会啦。哥哥，我去找王婶婶玩哦。王婶婶，鸭蛋，王婶婶，我想找你学种地。你为什么想学种地呀？农民不学种地，还能学什么？那你可以去找你娘啊，她可是种地一把好手。找娘，别人会说她偷懒嘞，我不想娘被人说。王婶婶，你就教我嘛。行啊，你想学什么？王婶婶，红薯、红豆、花生种下去以后，什么时候浇水比较好呀？如果不是特别旱，一般是不用浇水的。但非要浇水的话，只能在早上和晚上浇，中午浇水容易烧苗。但这不重要，空间里的天会黑吗？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好像是没有看见太阳来着。谢谢王婶婶，我先走了。哥哥别怕，我来保护你啦！大坏蛋不许欺负哥哥。哟呵，鸭蛋会说话了，还挺凶呢。就凶你个坏人！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让开！娘，有人欺负哥哥了！红梅，出事儿了！欺负我家娃，老娘跟你拼了！红梅冷静，孩子要紧。都别看热闹了，抓住刘福生，再来个人去通知大队长。黄赖头，快救命啊！放到小床上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昨天还好好的，还不是刘福生那个坏人！要是我的娃有事，老娘要他偿命。我建议你送到镇上，毕竟他们肯定更专业。我去借推车。娘，早知道我就该留他们在家。别磨磨蹭蹭的，大虎，你去地里叫你爹回来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去借推车。他平时不是脾气挺好的，怎么连丁点大的崽都能下狠手？那就说明不是好人呗。他媳妇儿不就是被他打死的？我听说是病死的，刘福还天天伺候屎尿。都让让，都让让。顾得你一会儿跟我去报数不？这事儿绝对不能轻易算了。花婶儿，都是一条村的。当时怎么没想是一条村的？你要是不去，我就不走了。我先去看鸭丢跟毛孩。那个大队长，大队长，这是要干啥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大队长，咱都是一个村的，很快就不是了。老二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和大队长去找苏苏。我什么我？离了老娘，你们没一个中用的。强哥，孩子出事了。媳妇儿，别急，我在呢，我请假回去一趟。报告，进。宁政委，我想请假，正好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上头想让你带队去海岛开荒。宁政委，我已经4年没回家了。你不是一直缺个转正的机会，而且这是一个长期任务，你可以把家属带上。石沟岛，那我还能请假吗？当然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哥哥，你醒啦？疼吗？不疼。哥哥，你下次要跑呀，那一拳打到头上，你就真变成傻子啦。虽然我不想要傻子哥哥，但要是哥哥变成傻子，我还是会要的。鸭蛋最好。哼，下次一定要跑哦。哥哥现在后背很疼吧？疼。毛蛋也醒了，奶奶去叫大夫。
哥哥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了。你是不是也不会痛？我会。你爷爷也不会痛。当年他牺牲自己，没有一点犹豫，还叫我好好照顾好自己。他还回头对我笑。那我不是怪胎，所以你就是因为这个一直都不肯开口说话？不全是。你是觉得你不正常，鸭蛋也不正常，兄妹俩有个伴儿，这是好事也是坏事。你爷爷不是因为这个，当年也没有勇气去走那一遭。但是如果你爷爷不去的话，估计所有人都活不下来。饿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毛蛋醒了，你以后长点心，别傻站着让别人打。娘，我知道了。我毛蛋会叫娘了。老天爷真是开眼了。娘，我没问题，我的孩子也没问题。就算他们真的有问题，那也跟你没关系。娘，是他自己要叫的哦。既然他不听话，那饿他一顿好不好？不好，吃饱他就听话啦。对了，有人说镇边上的几个村子，他们大食堂顿顿都吃白米饭和肉。娘，我也想吃肉肉。等咱回家，娘给你吃大鸡腿，你和哥哥一人一个好不好？好。天天吃大米饭，就活几天，以后的日子不过了。我就听他们说了一嘴，赶着送饭没来得及多听。要上茅房跟娘说，可千万不能尿别人床上。我知道啦，哥哥你也不能尿床哦。我2岁就不尿床。如果这事儿是真的，那估摸不久就要乱起来了。本来都是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人，突然放纵，怎么看都像是回光返照。真真，娘的话你听不听？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娘，咱一定要在茅房说吗？我说正事儿，今天让小峰去附近村子的大食堂看一下他们的伙食。成，我听娘的。让小峰自然一点，别让人看出来。晚上过来跟我说。知道了，我家男人机灵着呢。晚上过来跟我说，记住别声张。知道了。我可怜的2个蛋儿，我给做了蛋粥，你们快补补。今天怎么那么乖？平时看到我得叫唤几声。我家鸭蛋已经好了，真的啊。鸭蛋敢声姑姑听一下。小姑姑好。哎，这是真好了，乖乖都会认人了。王婶婶说过，不能浇苗要浇根。有一条没叶子的红薯藤已经蔫掉了，其他的看起来虽然也不咋地，但起码还活着。可惜的是，花生和红豆都没有发芽。你们都争气些，活着才有资格被人吃，死的就只能变成烂泥啦。植物也要有上进心的。我一条狗都会种地哎，你们要学会自己成长，变大变强变好吃。娘，我要去哥哥那边玩。哥哥，好无聊哦。那你想玩什么？哥哥，我想吃昨天那个果子。等回去我带你吃。那哥哥给我讲故事吧。那一个葛老子的小鬼子派出3349架轰炸机，我的老班长一个人拿着步枪，一口气打下来48架。哥哥后来怎样了？不知道，他说到这里就睡着了。哥哥他是谁呀？你爹。你俩一个爹，这糊涂孩子净说让人误会的话。婶儿，好巧啊，今儿你也出来逛呢。哎呦，你不是那谁吗？几年没见，你都长这么高了。这没人，别装了。婶儿，你胆子还挺大的。我穷的叮当身子进棺材，难不成还怕你个小伙子图谋不轨？婶儿，咱说正事儿，你是想买粮食吗？现在都吃大食堂，我买粮食做什么？婶子有需要可以去镇门口西边那个树林找我，那儿白天都有人。过去报我的名字顺子，我兄弟指定不忽悠你。成，我要有需要指定去找你。都说家里有粮心不慌，现在家家户户空的，老鼠路过都得吐2粒出来再走，再不想法子恐怕就完了。孩子们吃饭啦！哇，姑姑来啦！对啊，姑姑带了肉哦。你也得懂点分寸，毕竟现在是你公婆当家。放心吧，这票还是我婆婆给的。她还说工作忙没时间过来，让毛丸丫丫好了去家里一趟，她给加餐。小妹，你婆婆真好，不像我婆婆。老娘忙前忙后还得不到一句好话，你真是个记打不记吃的。哎，嘴快了。先吃饭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吵架呀。你可别学你娘，一天天的嘴把不住美。你可别学你奶，一天天就知道翻旧账。你们2个小的都学姑姑，学姑姑有肉吃。学姑姑吃肉。谢谢姑姑。哎，毛蛋今儿嘴真甜。如果孩子不乐意吃药，也可以不吃。大夫放心，2个都是听话孩子，肯定会乖乖吃药的。我就说你什么事儿都不行，就一张嘴行。大夫的意思是不用吃药了。不用吃药，为什么还得住这儿？那肯定是没全好啊。娘，我今天跑了4个村子，他们大食堂的主食基本都是大白米饭，而且我还看到很多人吃一份，还带一份回去喂鸡。你家庭算好的，但从小到大也没有说这样吃饭的。我问过了，他们是前几天开始的，原本只是1个村，慢慢变得多了起来。你们要是信我，就偷摸囤点粮食，谁也不告诉。娘，那你们……我们村没有这种风气，管好你们自己。娘，
到时候实在不行，你就带着大嫂、二嫂和几个孩子来镇上。真真说的对，一家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得拧成一股绳。没到那10天，这事儿以后再说。对了，我今天认识一个小伙子叫顺子。叔叔同志，你们这是有结果了？结果下来了。多亏有你们，不然我这老婆子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人做主去。这都是我们该做的。老人家要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谢谢叔叔同志。娘乖乖，难过菲菲糕不见啦。娘不难过，娘一定会好好看着你们兄妹俩长大。娘不怕，我鸭蛋专门咬坏蛋凹一口，以前我还被叔叔表扬过嘞。那鸭蛋要多吃饭，长得高高壮壮，保护娘好不好？我和哥哥一起保护娘。我刚去问了大夫，可以回家休养。娘，你收拾东西，我去补交费用。2个孩子治疗加药加住2天，一共花了8块3角8。走吧，去跟珍珍说一声。好。自己人不认识，再叫老娘拔你狗毛！娘，大嫂，那2个蛋没事吧？大夫说还得养呢，伤筋度100天，咋可能说好就好？刘福生真不是个东西，那么小的孩子能吓得他死手？你坐月子跟着生啥气？老二，你一会儿把饭都打回来，下午就上工去吧。哥哥，咱们来玩游戏吧。你玩？哥哥有没有其他能玩的东西呀？以前我有一个拨浪鼓，后面被你咬坏了，娘又用碎布缝了一个小球，你特别喜欢，但你追球追到茅房，连人成球一起掉进坑，从那以后娘再也没弄过好玩的。哥哥，你别想把自己做的糗事推到我头上。这都是你1岁前的事儿，可能是我记错了。哥哥坏，可能是我记错了。就说嘛，我咋可能掉粪坑？我去还锄头，顺便扯点茅草回来，你们俩乖乖在家好不好？娘，我也想去。你在家跟哥哥玩好不好？好，那娘要早点回来哦。真乖，娘给咱鸭蛋编一顶漂漂亮亮的草帽。好呀，娘你去吧，我会乖乖的。娘，你把妹妹带出去吧，她太吵了。毛蛋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哦。娘，你带她去吧，一会儿她要咬人了。我只咬坏蛋，你个毛蛋指定坏啦！啊呜！老娘一天不骂你们皮痒是吧？以后不许这样说你妹妹，这不叫吵，叫有劲儿。以后不许咬人。你哥哥后背还紫着呢，又伤到咋办？想去就自个儿把鞋穿好，去玩吧。耶，哥哥真好。走喽，玩去喽。麻溜跟上，再磨蹭一会儿都到点吃饭了。好嘞。你好呀，我是鸭蛋，我叫狗剩。你现在真不咬人？不咬，我现在只咬坏蛋。狗剩是坏蛋吗？我不是坏蛋。毒婆婆，你看，我就说他们能玩到一起吧。鸭蛋真好啦，你这心里也能松快些。可不嘛，再让我听到谁说3道4，老娘过去撕烂他们的嘴。鸭蛋走了，改天再和狗剩姐玩。好，狗剩再见。别下水，娘去割点茅草。好。鸭蛋出来回家啦。娘，那草的叶子会动哎，可好玩啦。那个叫害羞草，人一碰它就害羞躲起来。娘，你碰我一下。呀，恭喜你戳到一个害羞蛋。好幼稚。麻溜跟上，回家洗手吃饭。害羞蛋来啦！强哥说要回来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启程没有。顾团长，你真要走啊？没错，我买了明天晚上的车票。你家有什么要干的，趁早说。那个顾团长，我家明明的身体你也知道，医院那边说还得花很多钱。我的钱都被宁政委收走了，要不你去找他要。那我找娘家凑凑。明明还在家等我。顾团长，我先走了。顾自强走了，以后去哪儿找又出钱又出力的冤大头？这个是你嫂子送弟妹的礼物，一定要看好，可别丢了。山水有相逢，政委再见。去到新的地方手缝紧一点，弟妹一个人在老家也不容易。我媳妇儿每次写信都说家里一切都好，有困难她肯定会跟我说的。麻溜滚犊子，老子看到你就来气。舍小家为大家不是应该的吗？大姐，你坐我这边。谢谢小伙子。又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天。大嫂，饭给你放桌子上了。哎，好，小心噎着。毒婆婆说晚上有面条吃。娘，水。呼，哥哥你要慢点吃呀。好。毛蛋不费鞋子，鸭迷的鞋子基本穿个把月就破洞了。花婶儿，花婶儿。大队长。花婶呢？我有事找他。娘，大队长找你。啥事儿？花婶儿，刘福生的事儿，我想开个大会通报一下。正好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嘿嘿，我就坐在这儿干活，不打扰你们。镇边上的几个村子天天吃大白米饭，这事儿你知道不？花婶儿，这跟天天吃白米饭有啥关系？农民看天吃饭还能怎么挣？不就是产量那点事儿？前2天隔壁黑猪村的大队长还找我说，周边的几个村子都准备多报产量。这庄稼才刚长正苗，就惦记着收成的事儿了。可不是，
主要是他们自己都信了，觉得没啥问题，现在才敞开了吃。德子，你说咱老百姓整天埋头干活，是为了点啥？为了不饿肚子。我想拿点红薯藤回来种，这好好的自留地，空着怪可惜的。正好开大会的时候说一下这事儿，你可一定要早点来啊！我一个人也顶不住那几个叔伯叔公。这天也挺久没下雨了，你多留一点吧。我回去睡觉了，一会儿还得起来带娃。希望这双鞋能撑久一点。本来强哥寄的10块钱，想着给孩子弄布料缝衣服的，这去一趟医院也没剩下多少，只能攒着等过年了。只能将2个单的几件衣服拿出来，给破的地方重新打上补丁。嘿咻嘿咻，我是最能干的蛋，不怕苦不怕累嘞。哎呀哎呀，粮食快快长大。哎呀哎呀，小小鸭蛋不怕困难，冲呀！不中嘞不中嘞，一会儿睡不醒，娘又要带我去看大夫啦。长变聪明。好吧，这个办法好像没用。既然累过头就会睡觉，那可以在睡觉前干活呀。嘿嘿，自己真是个大聪明蛋。哇，哥哥，这是我的新鞋子吗？娘让你睡醒去尿尿。呀，真好看，我的脚丫子也好看。好看。娘，这是在做什么呀？给你和你哥做个小背篓，到时候你们出去玩可以装东西。娘做的鞋子超级好看，我好喜欢。合脚不？我估摸应该是合适的。合脚，好舒服呀。大小刚好，一会儿再给绑上麻绳就好了。我要摘花插在上面，让它成为最好看的背篓。哥哥快看，娘给咱编的背篓。等我能出门了，带你去摘野炮吃。好，要把背篓装满。应该装不满，但是能让你吃个够。毛蛋鸭蛋出来洗头发。唉，走吧，叹气蛋。走，好哥哥蛋。不会是把刚长的脑子洗掉了吧？没事儿，以后还能长。怎么长？是咕噜咕噜冒出来吗？鸭蛋儿，娘给你量下头。娘，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厉害。你要像你爹，当个为人民服务的人，或者像大队长当个文化人。可是我想像娘一样，会种地，会编草帽，会编背篓，还会骂人。我也觉得娘厉害。差不多了，把最下面那日子里的一捆绳拿来。毛蛋，你去拿出来。好。娘，我的帽子能不能也弄个小花花花呀？我要绿色的。帽子上弄不了，而且咱家也没有绿色的布。没关系哦，我可以去摘新鲜的大花花插上。娘，我聪明吧？咱们家最聪明的就是你。哎呀，也没有那么聪明啦。妹妹怎么了？刚夸她聪明，正偷着乐呢。好吧，不错，正好合适。你们乖乖在院子玩，娘去打饭。好。毛蛋鸭蛋儿过来吃饭。娘，我吃完饭还能玩吗？吃完饭，娘带你们开大会去。娘，开什么大会啊？我能说话吗？等到地方就知道了。先吃饭，别粑粑。好吧，面条比中碗的饭好吃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面条黑黑的。为啥偏偏这个时候开大会？当家的，你回来可一定要学给我听。你们是跟我去还是在家吃饭？刘福生作为一个四肢健全的成年男人，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儿童下手殴打致重伤，此行为极端恶劣，现已逐出族谱，并交给蜀蒙去改造了。不听，王八念经。娘不听他们那些王八念经。安静，我有重要事要宣布。各家各户都有自留地，咱老百姓没有放着空地不种的道理，恢复自留地种植，相信大家都没意见。没意见。小牛山旁边那座小矮山，我打算开荒出来，育土培房后种土豆或者萝卜、白菜啥的。既然我当这个大队长，只要勤劳肯干，保证让大家都能吃饱饭。大家共同努力，开荒种电，踏遍坡地，囤满粮食。散会。囤满粮食。娘，我这心里踏实好多，踏实就安心睡。娘肯定是累了。嘿咻，毛仔，你们俩昨晚干啥了？没干啥，累成这样。你先起来吃饭，一会儿还是不行，只能像上次用背篓背去干活。娘，我在家看妹妹吧。你能行吗？娘，我6岁了。成，娘都差点忘记咱毛蛋是个小大人了。起来记得让他去茅房，那个糊糊凉了也能吃。豆主子齁咸就别吃了，留着中午配饭。记住别让鸭妞偷跑出去，等过2天这事儿淡了，你们再出去玩。娘，我知道了。娘，鸭妞和毛仔在家，您帮忙看着点儿。娘，
娘去上工了，今天我们看家。好，看家不让小偷进来。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去茅房洗脸吃饭。南瓜又香又甜，我爱吃南瓜。鸡哥哥，你今天有没有下蛋呀？不会下蛋的鸡不是好鸡哦，别的鸡下一个蛋，你下2个蛋，那你就是鸡中鸡。要进来不会敲门，鬼鬼祟祟，整得跟8墙头似的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。这个还要学吗？确实不用学，我3岁还跑去隔壁听人墙角呢。婶婶好，小嘴儿挺乖，快进来吧。我能摸摸吗？醒着呢，摸呗。呀，他张嘴巴啦，他怎么没牙齿呀？他怎么吃东西呀？他什么时候能走路呀？他滚蛋！唉，现在的老人家就是浮躁。虎子哥他们能出去玩，我也想出去玩。娘说不能出去，可是哥哥，我都快要发霉了。娘，下次不能这样，万一娘没接住咋办？没事的，我嘎嘎抗造。娘那么爱自己，不会让自己摔跤的呀。你呀，到时候摔疼了别哭哭啼啼的。才不会哭鼻子嘞，我可是超级勇敢的蛋。吃吧，正好那齁咸能给馍头添点味儿。好吃好吃。一会儿娘把鸡宰了，咱晚上吃肉。大鸡腿。今天咱鸭蛋那么乖，必须吃一个大鸡腿。咱毛蛋今天也很棒，小大人能帮忙带妹妹了。是妹妹带我。没错，都是我在陪哥哥玩哦。鸭蛋真厉害，你也是小大人了。娘，这个是用来接鸡血的，那为什么要放水和盐焖？可能会更好吃吧。你进屋跟哥哥玩吧。好。大鸡腿，好吃好吃。毛蛋蛋，你又尿床啦！唉，有没有可能那是你的口水？嘿嘿，哥哥你也刚睡醒嘛。哥哥，我们来玩游戏吧。你想玩什么？院子里有鸡毛，我们不行，娘回来会骂人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还不如当狗嘞。完了，说漏嘴了。哥哥，你在做什么呀？鸡汤炖好了。哦，我的肉肉被这该死的门挡住啦！哥哥，唉，动它我们顶多挨骂，但动它我们屁股蛋会开花。嘿嘿，哥哥那朵云真好看。确实好看。泥巴好玩吗？哥哥，我教你种地吧。第一步弄地垄，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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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真厉害呀！娘回来肯定会夸我们的。去洗手，一会儿吃大鸡腿。耶，吃大鸡腿喽！娘，你说大嫂，你想都别想，你要馋就让老二也宰一只鸡。哼，就李红梅那抠搜样，我这个当婆婆的也分不到一块肉。好歹我们也是一家人。你家去年杀鸡的时候，不也是关上门吃独食？现在说出这种话，皮痒想找骂。我就说说，我看你现在是有力没地使，要不老娘上工去了。那2块钱给你退1块5，多的没有。成，你别反悔哦。等老二回来，你可别又添油加醋瞎掰，不然老娘挠你。娘，我是那样人吗？你可太是了，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货。娘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唉，娘不会飞，还有你已经问3遍了。给娘找一双大大翅膀装上，它就会飞啦。那娘的手怎么办？是哦，哥哥，我知道一个咒语，念了以后就能飞上天哦。什么？娘，下午都玩啥了？我一点都不想玩鸡毛和偷吃鸡腿，我和哥哥干了一下午农活哦。你信他个鬼！换衣服之前别上床，不然老娘打死你！知道就好。好香啊！吃吧，小心烫。我要吃啦！好烫，但是好香！哇，好吃好吃！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肉，给娘吃第一口啊！娘不喜欢吃鸡腿，你自己吃啊。娘乖乖张嘴啊！记忆里鸡肉都是给爹和弟弟吃的，我和姐姐能跟着喝口汤就很满足了。娘肯定是尝出味儿了，又不好意思说。哎，大人就是好面子。娘尝过了，乖乖蛋快吃。娘，再吃一口啊！娘，你再咬一口，我口水又要流出来啦！娘，好吃不？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。等我长大以后，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，天天给娘吃大鸡腿。我吃饱了。娘，哥哥是心疼你嘞。毛蛋，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？我真吃饱了。娘，我的给哥哥吃，你乖乖别哭哦。娘为什么会哭？是我做错了。哥哥快吃呀，都凉掉啦，就剩2口，我们一人1口吧。
千万不能上床，油腻腻的会招蚂蚁，听到没？听到啦！哥哥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娘刚刚为什么哭？可能是肉太好吃啦，好吃哭的。妹妹不愧是咱家最聪明的蛋。以后这种大实话多说啊。娘嘞，下次你轻点不？这长大还娇气起来了，别下脚了，玩会儿乖乖睡觉。噗呲，还挺像模像样的。不过毛蛋，娘，你睡了吗？啥事儿？娘，毛蛋，我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他不说麻溜滚蛋，老娘明天还上工呢。娘，毛蛋的伤全好了。好呗，那说明孩子有福气。可鸭蛋还没好呢，毛蛋他人那么多，出一个奇特的人咋了？娘，你是不是早知道了？平常对待就好，别到处瞎嚷嚷就没事。娘，你继续睡吧。真是个没心肝玩意儿。鸡仔得补一只回来，还得把自留地种上。耶，发芽啦！汪伯伯还不夸我嘞，第一次种就发芽啦，我简直就是最能干的狗崽子。嘿咻嘿咻，努力种地，囤满粮食。为什么没有太阳还那么热嘞？耶，什么意思嘛？看又看不懂。早知道当狗的时候多去小学混混了，日积月累熏陶下还能认得几个字。唉，没文化真可怕，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听到没？听到啦！以后我丫那儿一定好好学习。毛蛋，你老实说，昨晚你们干啥了？妹妹睡觉热，我扇风。现在还没有到晚上热的时候，难不成鸭蛋半夜不睡觉，又出去满院子爬？娘上工去了，要是鸭点实在待不住，你就陪她出去玩吧，不能走太远。下工声响，记得回家。知道了。呀，憋不住啦！过来洗手洗脸。怎么了？不想去玩？哥哥，咱们啥时候才能不用竹片擦屁股呀？现在就能，可以用这个石头。哥哥，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有，我可以带你去捡土坷了。土坷了是什么？就是硬的土块，捡回来再放太阳底下晒晒，明天就能用。哥哥，我觉得竹片挺好的，我们去玩呗。虎子他们去晒谷场了，你们可以过去那边玩。知道啦，谢谢婶婶。哥哥，这里面有鱼吗？有小鱼，但蚂蟥比鱼多。蚂蟥是什么？它会吸人的血，那可千万不能被它咬到，吸完血人就死翘翘啦。哥哥，我的脸烫烫的。马上到了。哥哥还没到吗？马上。哥哥骗人。哎，妹妹你看那边。我更看。好甜。好甜。这个叫泡儿，跟刺泡长得很像，但泡儿是贴着地长没有刺，刺爆的疼带刺。哥哥真厉害。你也厉害。给哥哥吃。超级无敌甜。那可是我从好多颗里特地挑出来哦。我知道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娘，和哥哥上哪儿玩了？这小脸蛋上全是红痕。娘不生气哦，一点都不疼。在你心里，娘就是爱生气的母老虎是吧？娘是母老虎，我是小母老虎，谁敢欺负我们就嗷呜一口把它吃掉。娘，你看，泡儿。去玩归玩，下次别往草密的地方钻，万一遇到蛇才麻烦。知道了，娘，你还没夸我和哥哥能干呢。真甜，我家2个蛋真能干。双蛋出手，应有尽有。差不多得了，麻溜吃饭。我要开始吃啦！吃饱饱啦！吃完把碗涮了，娘去还镰刀，顺带再借锄头垄地。好。哎呦，以后大柱媳妇儿日子要不好度喽。大柱媳妇儿不就村里2嫁的何秋菊吗？说啥呢？大柱媳妇儿咋了？哎呦，大柱写信回来说要离婚啥的。我出来的时候，秋菊还闹着说要带2娃跳河呢。不就是外面有人了？好的不学那挨千刀的陈世美。啥？大柱外边有人了？多半是，不然也不会闹着要跳河。要不是大柱爹娘拦着，估计秋菊就真去了。这大柱真不是个东西。谁说不是呢？所以说，你也要看好你家男人，不然哪天……呸！再瞎背背，老娘撕烂你的嘴！老娘哪句话说错了？好心背当驴肝肺！别吵！
一天天看热闹的时候不嫌事大，干活的时候又这痛那痛的。你不八卦能凑上来？你们别拦我，老娘今天非得……我们不拦着，你去吧。老娘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咱刚说到哪儿来着？娘，何秋菊的男人外边有人了。你听谁说的？顾大口说的。他还说啥离婚，秋菊现在正闹着跳河。就没了？没了。说别人就说别人，他还非得扯到强哥头上。要不是我没空，非得跟他干一架。就你那花架子，拉倒吧。不过如果强子真的干出这种事儿，你会咋做？怎么连你这个当娘的也这样说？强哥才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说假如他去那么久，万一呢？真有万一，老娘也带着崽儿跳河去。老娘怎么教你的？合着光学会跟老娘横了是吧？你得支棱起来呀。那你说咋办？老娘直接拿刀杀到他工作的地方去，凭啥他能抱着新欢过好日子？把你跟老娘干架的劲头拿出来，死你都不怕，还豁不出去。你这样说就不怕我真这样干？那可是你儿子。反正你自己看着办，自家人老娘帮理不帮亲。强哥不是那样的人，你自己教出来的儿子都不放心。唉，这不妥妥的有情不长脑吗？同志火气挺大哈，这口水滂臭。大爷看人还挺准，我最近火气是有点大。哼，后天估计就能到家了，身上还有4尺布票，正好扯布给老娘做身新衣服，再买点糖给2孩子舔舔嘴，给媳妇儿买2盒蛤蜊油涂脸。还有点钱，但没有多余的票了，不然还能给弟弟妹妹买点东西。要不再买点儿，娘家那边到时候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。放心好了，粗粮我多囤些，反正都是要吃的，保存好放着也不会浪费，就算没有灾祸，总有一天也能吃完。不过我最近看到不少人也在囤，顺子哥那边粮食涨价了。这事儿闹的啥时候是个头？只希望今年收成能好，不然真不知道会闹成啥样。好在老黄扭村的大队长是干实事的。哥哥，我在。去茅房喽。哥哥，我明天再去捡炮吧。明天那些绿的还没熟，咱过2天再去。好包。哼，不开心？没有不开心。没有为什么叹气？唉，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唉，那我是不是该叫你姐？那你叫我蛋姐吧，以后蛋姐护着你啊。要不我带你去找虎子他们玩吧。既然小毛蛋想去玩，那蛋儿姐就陪你去吧。谢谢你。不客气哦。打倒地主！哥哥为啥要打地主啊？娘说打倒地主，农民才能吃饱饭。那是坏蛋，确实该打。要不要和他们一起玩？要。大虎、二虎，带妹妹一个呗。不要，也可以，但是他要当地主。那算了，妹妹我们走。我是老大，听我的。咱们猜钉杠锤，谁输谁做地主。还敢咬人，我们一起揍你！你长一张嘴是用来吃饭的，不是让你来拉屎的，泼臭！我说了，听我的。老大，听你的。打倒地主！石墩，你娘带着田嫂跳河了。哥哥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好。娘，你跳河怎么不带上我？偏偏就把我落下了。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？石墩，你得活着。你是男娃，你能活，你得好好活着。甜枣不行，我的甜枣。醒了，估计会起烧，注意点，熬过就没事。是娘没用，是娘没用。轮不到假好心，你以为你的下场能好到哪儿去？老娘就多余拉你，你个黑心干玩意儿！李红梅，咱俩比了那么多年，你终于赢了一回，估计现在心里正偷着乐呢吧？老娘乐你大爸，谁稀罕跟你比似的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说谎，你肯定说谎，你心里肯定嫉妒我，你嫉妒我过得比你好。大柱要离婚，肯定是你挑唆的，没错，肯定是这样。李红梅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们2个老东西装死是吧？还是说真想让何秋菊死？让让，都让让。娘，过来这边。来个人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作孽哦！现在闹成这样，也只能委屈秋菊了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1个2个也不怕，到时候天收你们。大柱什么时候回来？
他说不回来了，还让我们把石墩送过去。哼，老子那么多年书不是白念的。大柱他啥事儿都不管，老子这就写信到他工作的地方。大队长，你可不能害我家大柱啊！你现在有2条路，一是直接同意离婚，带着2个孩子单过；石墩可是老林家的命根子，他走我也不活了。2是直接闹到他工作的地方去。凭什么他一封信就能把所有的事儿解决？大柱说，现在都认结婚证，他还说要是闹起来，我才是那个破坏他婚姻的人。娘，他说的是啥意思？不懂就多听，不想说懒得听呢。信呢？拿出来看看。那个大队长，这都是家事，咱回家自己解决就成。自己解决？你们就是这样解决的？大男人一点担当都没有。何秋菊，你不要怕，一个结婚证不能代表什么，我们全村都可以帮你作证，你就是他林大柱的原配妻子。这样会不会对大柱影响不好？你都活不下去了，还想着对方？土地公、土地婆都应该给你让位。奶奶说的对，你家自强那么久没回来，指不定早在外面成了家，你还能不帮儿子？他敢做出这种事儿来，不用红梅出手，老娘亲自去收拾他。要离婚就堂堂正正掰扯清楚，先斩后奏那是懦夫。刀没扎到你身上，你当然不痛。你到底咋想？田枣也是你的崽，你就真的不管他了？娘，枣儿疼，我要找大柱报仇，都是他害得我娘和妹妹，放开我！来人，把他摁住！你看你教出来个啥娃？那可是石墩亲爹，不像样！呸！你个老不死的，你去年还想偷看隔壁顾大娘？啥？好你个死老头，老娘打死你个不知羞的老东西！你天天扭着大腚在我家门口转悠，我还说你故意勾我家老头呢。就他那一脸麻子，看了都得少吃2两饭。秋菊，你还有时间好好考虑，你好不容易生下田奏带那么大，真就要带着他窝囊去死？大屁股奶奶必胜，打倒麻子脸！大嫂，打到哪儿了？快说说。你真是粪坑炸了都要出来尝尝咸淡。崽呢？力哥那儿呢？快说说，到底咋回事？婶婶，我说。咦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儿啊，你老娘被欺负了！谁欺负我娘？以多打少欺负人是吧？我呸！老娘能直接把你家拆喽！都是误会。一个老不要脸的，一个黑心肝的，再让我知道你扒我家墙头，老娘把你家给拆了！你们干活去吧，老娘继续看热闹。哼，怎么说？你想好了吗？大队长，你真的会帮我吗？只要你还想活，我包括村里其他人都会帮你。不说田枣，你觉得这样的石墩真的会被善待吗？自己的崽你自己都不疼，还指望别人帮你疼？不用怕，我身为大队长，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好每一位村民。大队长，我们家大柱虽然不姓顾，但也是村里人，你不能这样偏心啊！还是说你和这个何秋许有一腿？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大队长。我顾得行得端坐得正，不惧怕任何污蔑的脏水。你回去准备好这些年大柱寄的信和汇款单，我去准备材料，明天我们去上报。如果他还当缩头乌龟，咱直接找他工作的地方去，到时候我叫上花婶一起陪你。这咋又扯上我了？老娘一天天可忙呢。我耽误的活工分算我头上。秋菊，你公婆的眼神好像要吃人，你这回家感觉不安全，要不老娘帮你，要的也不多，耽误的工分你给补上就行。好，那就麻烦顾大娘了。今儿个我要是掉一根头发，老娘就把你家给拆了。大队长事先说好，这可不是我挑事儿啊。都散吧，该干啥干啥去。娘，你不能丢下我跟妹妹，我们要一直跟你在一块儿。傻孩子，娘不会再丢下你们。等下次让妹妹先出生，她一直想当姐姐嘞。娘，我想当姐姐。还杵着干啥？不干活日子不过了？还有你，坐月子还非得出来瞎晃悠，等你老了头疼，可别说老娘亏待你。不看这个热闹的话，我今儿个就会头疼。懒得理你。李红梅，和哥哥玩去吧。娘，你等我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玩去吧。可是你眼角在发光哎。说谎可不是好孩子的习惯哦。可是你们大人也经常说谎呀，
比如娘明明喜欢吃鸡腿，但她嘴上却说不喜欢吃。比如你现在明明很难过，但嘴上却说自己没事。你们不是个好大人，为什么要求我当一个好孩子呢？因为大人比我们大，等我们长大就没人说了。可大人小时候都乖的话，为什么变大就不乖了呢？鸭蛋儿，有时候你真不像一个3岁崽子。为什么？难道被发现了？我不想被架在柴堆上啊！毛蛋也不像6岁的崽子，你们两个很聪明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很独特。没错，我和哥哥都是聪明蛋。是啊，如果我当时像你们这样……继续说呀，你们大人就是憋太多事情才变坏的。你是想听故事吧？对呀，我长那么大还没听过故事呢。娘跳河那年，我爹寄细信回来，娘去找老秀才念信，说爹在外面找到了有着共同信念的真爱。娘一句话没说，带我回家收拾东西去找爹的真爱。爷爷奶奶知道后，把娘关了起来。我当时就比你大一点，什么都不懂，天天就想着玩。那天隔着门，我娘叫住我，说想看看月亮，让我做一个好人。我费了好长时间打开门，站在院子里看月亮。娘说谢谢我，让我窝在她怀里睡觉。等再睡醒时，娘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，还有不到2个月的妹妹。其实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天天很黑，天上根本没有月亮。所以你在后悔，对吗？你说的故事不好听，听得想叫人掉眼泪。因为是普通人的故事，没有惊喜，没有转折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娘想做的任何事儿，我都会支持。包括死吗？不，我会帮她逃跑，我会跟着她去找想找的人，我会坚定站在她那边。你真不像个3岁的崽儿。又是你让我说的，现在又要说我，你这个大人真讨厌！再说我咬你！我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，老人都说傻崽子一旦开智就很聪明，现在看来还是有几分道理的。你就是个笨大人，亏得奶奶还经常说你有文化嘞。我是笨，以后还请鸭蛋老师多多教我好不好？下次问问题也要1颗糖，不对，要4颗糖哦，给娘1颗，也给奶奶1颗。嘿嘿，太贵了，鸭蛋老师能不能少点儿？不能，最少2颗。成交。我哥哥也是聪明蛋，他只要1颗糖哟。妹妹说的对，你们都是聪明蛋，玩去吧，我得忙去了。妹妹，你说大队长脑袋瓜是不是坏掉了？他脑袋瓜坏掉还能念高中呀？那我岂不是天才嘞？你要这样想也没错。哥哥吃呀，哥，如果你是大队长，你会怎么做？奶奶不会把娘关起来。哥哥说的对，凶巴巴的奶奶是个好人。娘，上哪玩了？头发都湿掉了。刚刚回来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一棵小枣树苗，我和哥哥把它挖回家啦。你咋知道那是枣树？别是挖了一棵杂草回来？我不认识，但哥哥认识呀。走吧，今天有油渣炒豆角子，我特地多要了几块油渣。这几天鸭妞都有好好吃饭，小脸看起来没有那么黄了，但还是瘦，不然鸡蛋不换钱了。不行，毛仔马上要上学了，鸭妞的衣服也该添新的。这夏天过完，到了冬天，还得想办法弄点棉花把被子填一下。娘，你怎么啦？没事，一会儿娘去割红薯藤，我们一起种红薯好不好？好，我种红薯超厉害哦，等几个月后就能收获好多好多红薯啦，想想就很开心。想啥呢？那勺子都快怼鼻孔里了。嘿嘿，我没想啥。我先去弄红薯。娘，我也去。我在家等你们。好。红梅，你听说吗？听说啥？哎呦，就那个顾月，今天他娘找刘巧婆给他介绍相看对象，结果那丫头直接把刘巧婆给他气跑了。他说啥了？还能把刘巧婆气跑？顾月说要找个镇上年轻好看的，还得嫁过去就能帮他找工作的，还说3年后再考虑生娃事儿。她是仙女不成？顾月说那顾自珍都行，凭啥她不行？她为啥老盯着我家啊？他娘也这样说，然后不知道顾月说了啥，被他娘拿着扫把追着打了2里地。刘巧婆因为这个生气的。刘巧婆劝她降低要求，顾月说她没本事，自己嫁的不咋地，还天天想着给别人介绍歪瓜裂枣。鸭蛋，我在这里。娘，我什么都没干哦。再发现你乱咬东西，
老娘打死你！娘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呀。哥哥，劳动最光荣哟。我的2个崽真厉害，都会帮忙干农活了。以后我挣工分养娘。好，我家鸭蛋还是个孝顺蛋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又能干又聪明又孝顺的蛋。好了，准备洗澡了。唉，你在羡慕鸡吗？是呀。为什么？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懂了。妹妹这是在说什么胡话？也没发热啊。哥哥你摸够没？娘喊我去洗澡啦。娘，那棵枣树还没种嘞。先让娘喘口气，这一天全是事儿。娘，你看，我的宝贝蛋真能干。我和哥哥去种树了。要是把衣服弄脏了，你们俩晚上光屁股蛋睡啊。知道了。过来洗手，准备睡觉了。娘是最厉害的人，嘿嘿，我真厉害。看来以后不能馋糖了。等大队长来问问题，还是要种子好啦。先拢土吧，要做个勤奋的崽。花婶，大队长咋了？天没亮呢，这是要干啥？大猪娘拿着破蚊帐，在我家门口嚷嚷着要上吊。你就让他吊，他还敢真死不成？他真敢啊！要不是破蚊帐断了，估计这会儿都开席了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跟你去看看。恭喜恭喜，又添一个。大队长，你真不打算成家生娃？我瞅你也挺喜欢小娃娃的。看缘分吧，我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。花婶儿，你这是……大柱娘不是要上吊，你顺便去把大柱爹逮过来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上吊也应该整整齐齐才对。缩在老娘们后边算啥本事？不愧是花婶儿，我这就去逮人。娘，我陪你去。你媳妇儿没醒吧？小芳没醒，咱走吧。我家大柱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哪能让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给毁了？老天爷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吧！秋雨咋不守妇道了？顾德要是和他没一腿，为啥到现在都不成家？为啥要这样帮着他？这样的人就不配做大队长。估计那王春花也和顾德有一腿。老娘今天就撕破你这张臭嘴！你还敢打我？我儿子可是……你儿子是天王，老子也没用。哐哐，你傻你？不是要上吊？老娘前几天刚搓的麻绳，保管不会断。我们也是老黄牛村人，顾德，你凭啥针对我家大柱？别说是你儿子，就算是你本人，结果也一样。他何求爱一个女人，死就死了。唧唧歪歪，净放一些不像人的屁话，要上吊就麻溜的。你这是要逼死我们！王春花，你也有儿子。老娘在说你上吊的事儿，别瞎咧咧扯犊子。你们再闹也没用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这事儿我肯定上报到底。我儿子说这事儿他没错，老子也是不想你白费力气。都是一条村的，不至于闹到这地步。没错，你慌啥？不上吊了？你也有儿子，咱们走着瞧。咋的？你还敢打老娘不成？还不走？一天天啥事都干不成。老二，今儿你顺便帮我打饭。成。你打算啥时候去上报？一会儿我打算去给大柱工作地打电话，如果还是不行，那得等天早好点再出发。没事儿别找我，有事儿也别找我，老娘这一天忙着呢。听说了吗？王春华把大柱娘、大柱爹打了。哎呦，毛蛋，要是没地方去，可以带妹妹来地里找我。好。今天种大地，明天吃大棒骨头，后天吃肉肉，大后天吃大肘子。要拉裤兜啦！妹妹，你拉裤子上了？你才拉裤子上！洗脸了？哥哥，我不想用竹片擦屁股啦。那你想用啥？想要不拉屁股的。要不你用爹的毛巾，反正他也不怎么回来。不要，每次用完还要洗。要不一会儿我带你去找树叶？我想找种子。好，吃饱啦，哥哥，我们出门吧。哥哥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去小牛山，能找到苗苗。会有什么呀？有红豆、花生、黑豆、绿豆，还有棉花。46，棉花好吃。棉花是用来做衣服的，不是吃的。哥哥，我要棉花苗苗，等到种出来，要给家里人都穿上新衣服。哥哥，这是我们上次摘刺豹的地方，你说还能遇到上次的那个兔子吗？就算碰着也逮不到。我肯定能逮到。嘿嘿，棉花苗到手啦！
哥哥，你找到了吗？没有，再找找肯定能找到。不用找啦，哥哥，咱们去找别的种子吧。好，等8月份咱可以去捡稻穗，田里会掉谷粒，那个是稻子的种子。哇，那哥哥到时候记得叫我。我去那边找。哥哥去吧，我会很乖的。一共3颗绿豆苗，美滋滋全部收下。哥哥，咱们回家吧。回家。妹妹有秘密，虽然还没弄清是什么，但直觉说不能让别人知道。鸭蛋过来，婶婶好。拿去吃吧，你二叔特地弄来给我补身的，分你吃一点，瞧你瘦得跟猴似的。谢谢婶婶。玩去吧，枣核记得吐出来。好，娘，我吃。你今天吃3颗了，小嘴巴就没停过。哥哥吃枣儿。哥哥好吃吗？你不吃吗？我想留给娘吃，让娘也补补。奶奶说人要多为自己着想。哥哥浪费，我生气啦！我给你吃。哥哥，你为什么生气呀？你嫌弃我，我还没生气呢。我没嫌弃。那你为什么生气呀？说话说一半，半夜可是要尿床的。以后有好吃的你要自己先吃，有多余的再分给别人。可哥哥和娘不是别人呀。哼，唉。今天种枣树，明天吃枣子，嘿咻嘿咻。真是累死个蛋啦！再不醒，娘要回来了。哥哥真好，以后我听哥哥的，不生气好不好？不生气了。嘿嘿，哥哥再摸摸。娘，你早上真打大柱爹娘啦？我听说你啪啪几下把他们俩脸都抽肿了。你咋不说我把他们抽死了？一天天净听别人瞎说。就说说呗，又不会少块肉。你男人说回来，咋那么久还没到家？可能路上耽搁了。等他回来，你记得找他要钱，压到那衣服补丁都没地下针。万一强哥没钱怎么办？上次回来他没给钱，给了3块5毛6，还分给你一半，你忘了？没有就1哭2闹3上吊，老娘真服了你个木头脑袋！当时咋不吱吱声？我说你咋为了个鸡蛋天天跟老娘吵呢？给你钱的时候想说来的，但强哥说大过年的跟你说指定得吵架。不是我这个儿媳妇说你，你脾气也该收收。这大过年黑着张脸多不像话。你个没脑子的还教训起老娘来了！他说你就听，你就活该你没米下锅。你看，你看，我现在跟你说不是也要挨骂？大道上我懒得跟你吵。你等我缓缓，我有事要说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强子工作已经转正了，对吧？不知道，强哥没跟我说过这事儿。工资多少跟你提过没？没有。强子职位指定比大柱高，大柱人家1个月寄10块回来，还有钱在外面找心情。那么多年拢共就给你13块5毛8，你动一下那猪脑子，好好想想，如果他在外没人的话，钱哪儿去了？是啊，那么多年钱去哪儿了？你干啥去？娘，我咋办啊？咋办？实在不行，你就拿刀抵着他，让他把钱交出来。想想家里那好不容易才好起来的2个蛋，你这当娘的不支棱起来，还想让孩子反过来护你不成？你说好帮我的啊，虽然我还是不太相信强哥会做这种事，但老娘先去借把刀。帮你，老娘要想帮儿子，还用得着3番4次提醒你个木头脑袋？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快吃饭吧。吃好吃的就不难过啦。娘，鸭蛋永远在哦，不怕哦，摸摸毛不怕哦。没事，大不了老娘跟你爹拼了。是爹欺负娘吗？万一没有那回事，孩子不跟爹亲了咋办？娘没事，毛蛋你快去吃饭。好，娘没事。哥哥，娘呢？上工去了。哥哥，你就说嘛，是不是那个没见过面的坏蛋爹欺负娘了？你还记得昨天村口的事吗？记得呀，石墩哥的爹外边有人啦。咱们爹外面也有人了。他不行，我要去找娘。娘不会跳河的，他回来的时候带了刀。哥哥，你放手！你现在去地里说这事儿，娘会生气的。哥哥，我们一起咬大坏蛋。先这样，再这样，然后懂了吗？
哥哥，我们以后是没爹了吗？娘和爹只能选一个。我选娘。老人家，我帮你抬行李吧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小同志。我儿子都会打酱油了，可不算是个小同志。同志，要那个红色的大花布。同志，再来2斤水果糖，哈拉油也来5罐。同志，这个发绳要补票吗？不用是吧？不用。那我也来几根。你们2个小兔崽子没东西玩了是吧？非得去茅房玩屎！下次再玩那么埋汰的东西，老娘把你们屁股打开花！娘，我不敢啦。大嫂这是咋了？感觉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。不知道，要不问问？算了，等明天再问吧。娘，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老娘跟你这个负心汉拼了！你个负心汉死外面算了，还回来做什么？红梅过来。你个老太婆，说好的帮我的。顾自强，给老娘过来！强子，这次回来你身上有多少钱？我可没有做对不起家庭的事儿。都闭嘴，老娘来问。你说好帮我的。强子，你现在啥职位了？津贴多少？等换地方就转正了，工资也从170变成190。那你跟娘好好说说，这些年你一共给红梅13块5毛8，剩的钱都花哪儿去了？大部分都帮助单亲家庭了，他们很多家里只剩下老弱幼小，我这也是想着能帮就帮。你没在外面找女人？天地良心，我从来没有干对不起你的事，不信我带你去打电话，随便问谁都行。一年1000多块钱，这棒厨真是从来没有想过家里。顾自强，到。你自己的媳妇儿崽子老娘都没心疼过，倒有心思心疼别人家的媳妇儿崽子老娘。娘，我媳妇儿男人还在呢。娘，李红梅，你闭嘴！顾自强，你人人不在，钱不给，跟死了有啥区别？爹说过，能帮就帮，都不容易。你爹教你要拿全部家当去帮，老娘怎么就生了你这么棒槌？我有个好媳妇儿，我爹没有。好媳妇儿是吧？合着还是老娘的错是吧？哎呦，你别跑！敢欺负我娘！鸭蛋毛蛋过来，让二叔带你去洗手。明天我们还砸他。我还是想咬他。算了吧，咬他你就成了吃屎的狗崽子了。还不快去洗！今天这事儿还没完。大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帮别人之前好歹想想家里。你看鸭蛋瘦成啥样了，身上没2两肉，风一刮就跑了。大哥，你说跟爹学的，就不怕他晚上来找你？养老钱你提前给娘吧，我怕你到时候一分不剩，还得反过来让娘养。妈，这个爹不好，咱们换个爹吧。我干的都是好事啊，你还不觉得自己有错？人民子弟要为人民。合着老娘生了你不算人民是吧？你媳妇儿嫁给你活该吃苦是吧？你孩子就非得受罪是吧？娘，那不一样。李红梅，明儿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去，别跟着棒头过了。娘，为啥？当他的媳妇儿要吃苦，你分开要再改嫁的都成。我让这棒槌给你这个人民1半工资。真给吗？都说宁毁10座庙，不拆1桩婚，我可是你亲儿子。还把这事儿忘了。明天咱去趟老头子的坟前，当着老头子面断亲。到时候我这个人民也不多要你的，1个月给我10块就成。他大伯，我家4个小人民，那个你看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我听娘的，反正这些年我也把娃带大了。换个爹，换个会帮忙干活的爹。娘，这是给你买的布，媳妇儿给你买的哈拉油，毛蛋鸭蛋给你们买的糖，还有发绳，弟妹也挑一个。唉，瞧你这没出息样，1个月170，哈拉油你能当饭吃？那你们说到底让我咋做？以后每个月寄100回家，老娘我拿10块，红梅得90。老二为了老娘留在家里，1年给10块钱不过分吧？这样你兜里还有剩余，乐意咋花咋花。娘，我每个月固定给单亲亲属的就有15家，一家10块钱。别人不容易，你媳妇儿就容易。她一个人拉扯2个娃，一个傻的不会说话，一个只会狗叫满地爬还咬人，鸡蛋舍不得吃，衣服几年没换过新的，没日没夜干活，摊上你个棒槌，吃不饱穿不暖。早知道你这样，当年就不应该让你去。这不是有娘在家吗？以前那么苦都能过，娘你帮衬着点儿，总比别人家好过。去你爹坟头跪着，明天就断亲。
顾国英没你这样拎不清的儿子，帮你，老娘该你的。有钱孝敬别人的老娘，你老娘快60岁还得下地干活，你也别姓顾了，姓大，名善人。娘，这事儿不用闹到爹面前。哼，你以为老娘说断亲是在吓你？我决定的事，除了你老子爹，没人能改变。老二，你明天把珍珍叫回来，断亲后老娘亲自给鸭蛋找个靠谱的爹。奶奶最好，不要糊涂爹，要新爹。娘，咱有话好好说，互相体谅一下成吗？走不走？不走，老娘明天上大队长家去，说我的好大儿不认亲爹娘。娘，我以后寄一半回来总成了吧？我可受不起你这样的大礼，老二还不把大善人扶起来，我这老婆子可招架不住。大善人，你别跪我娘了。老二，怎么连你也这样？大善人，我们只是普通人，食五谷杂粮的普通人。老头啊，我没本事把儿子养歪了，这棒槌去养别人家的爹娘媳妇孩子，自家媳妇孩子吃糟糠菜都不管。今天我大晚上来就是想跟你说，明天我要跟你大儿子断亲，以后我们只有自立自亲2个娃。我抛3次，要是有2次以上都是正面，那就代表你同意了啊。走了，你倒死得轻快，给老娘留一堆破事儿。你不走就留在这里陪他跪着，真是个教不明白的蠢货。哼！爹，只要是正面就代表我没错。好好的家咋突然就要散了？毛蛋丫娃变成没爹的孩子，会被欺负的。就算是改嫁，能取代这2个崽的人能是什么好东西？爹不中用，崽就要更加努力。等把这片地种满，以后娘就不愁没饭吃啦。嘿咻嘿咻，今天多锄1行地，明天多收1行粮食嘞。奶奶，有贼想偷你鸡蛋！收拾收拾去祠堂，你自己单开一页族谱。娘别这样，我都听你的成吗？哼，晚了，我已经让老二去喊珍珍了。奶奶，我和娘是不是要搬走啦？你们不走，奶奶把这个棒槌赶走。嘿嘿，奶奶是好人。我以后发工资都寄回来，只给自己留5块，我真的错了。谁知道你是不是骗人？到时候一走就又没影了。发工资我可以直接打到红梅的户头上，不过就是辛苦红梅得跟我跑一趟工作地。这有啥用？到时候天高皇帝远，要发谁户头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。奶奶说的对。老娘问你话呢。如果红梅亲自过去签字，只要没离婚，我是不能单方面更改的。那按你说的，1个月留5块，剩下的全寄回家。那断亲的事儿，强子，娘不是不让你做好事儿，你说哪有做好事儿不顾家的道理？娘也是心疼这俩蛋，不信你抱抱鸭蛋，他都3岁了，身上除了皮就是骨头。哇哇，我不要被大坏蛋抱！哥哥，娘，快救救他！放开我妹妹！哥哥，这个大坏蛋欺负我！喊你娘出来，我有事儿跟他说。哼哼。娘，2娃都不亲我咋办？那是你自己作的，但凡你心里惦记着点，还能不亲你？娘，奶奶叫你，那个坏蛋居然抱我，我下次能咬他吗？你奶奶叫我？哦，好。梅啊，今天强子跟我说他错了，你看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真的，我给。梅呀，你不同意也别骂人，娃儿都还在呢。老娘不跟你过了，一会儿就回娘家。媳妇儿，以后工资我只留5块，其他的全部寄回来。强哥，那你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。等珍珍回来，让她弄份字据，到时候把顾德叫来盖个章，再拿去给老太公按个手指印，这事儿就这样定下了。现在你们一家麻溜滚蛋，老娘看到你们就头疼。知道我为啥叫住你吗？不知道。这年头2婚的女人日子不好过，所以这个爹哪怕是装样子，你们兄妹俩也得认。你记住，要多哄哄那个傻蛋爹，他1个月还有5块钱，能要到手就是你的。奶奶，我还是不太喜欢他。你要是能从他手里要到钱，你娘能乐得夸你3天。奶奶，其实我也是可以喜欢他的。你爹烂好心，那你就得对症下药。奶奶，要怎么对症下药？比如在街上看到很喜欢的东西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坐地上撒泼打滚，闹着要他给我买。错了，对付你爹用这种方式只会适得其反。奶奶说，我听奶奶的。你得先假装不懂，问他那是什么，等他回答完你就一直盯着，就像盯着肉一样，嘴上要说虽然别的孩子都有，但没关系，你一点也不想要。奶奶，我知道啦，
要让傻蛋爹主动给钱，而不是直接开口问傻蛋爹要钱。没错，你要记住，要到手才是自己的，空口白话那都是瞎扯淡。记住啦，我会努力向奶奶学习，做一个好人。玩去吧，我都听到你肚子咕噜咕噜叫唤了。爹，我肚子不听话，一直在叫哦。爹去给你做饭。媳妇儿，这是政委嫂子送你的。强哥，现在都吃大食堂，家里不让开火。爹打饭去了。爹真好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我是没爹的崽子啦。谁说你？娘去撕烂他的嘴。娘，我刚刚是骗他啦，奶奶教我的哦。说谎可不好，但如果是你奶教的，那就听你奶奶的。娘，这个是啥呀？娘，有钱就不用过苦日子了。干啥干啥，老娘一天天忙着呢。娘，你看，哪来的那么多钱？强哥给我的，他说是政委嫂子给我带的礼物。老娘不识字，你念念。嫂子，这是顾自强这些年来借出去的钱，中间写啥我不认识，后面他说祝我生活美满。娘，这是强哥的钱。那棒槌知道这事儿吗？应该不知道。你偷偷藏着，别让那棒槌知道。记住，只有到手里才是自己的。我知道了，赶紧把盒子藏起来，一会儿那棒槌该回来了。咋大白天还锁门呢？强哥，你回来了。敲啥敲？等会儿能咋地？老娘屁股长包让红梅瞧瞧，还得被你催。不要叫啦，再不听话我打你哦。来，爹抱抱。抱我也一样。你也叫声爹听听。吃饭要做好，蹲着像什么话？娘，爹骂我。你吓他干啥？以前饭都不会吃，现在好不容易能自个儿吃饭了，你还吓他？有你这样当爹的？那凳子本来就矮，不蹲你喂他吃？那我喂他。要大口呀，人家二叔喂饭喂得可好了，爹怎么笨手笨脚的？不过我不会嫌弃爹哦，相信我爹习惯之后会做得比二叔好。等我建设好海岛，就让你们过来。大概要多久建设好？在鸭蛋上学前应该能弄好。那你努力干活，我和俩蛋儿在家等着和你团聚。到时候我能多陪陪你们。爹，海长啥样子呀？很大很深，能淹死人。那有鱼吗？有，爹还见过比人还大的鱼，当时爹差点被它吞了。吃饭别说吓娃的事儿。娘，大哥回来了。昨儿个我都想把你大哥轰出去。你二哥呢？二哥去食堂了。大哥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姑姑，哎，我鸭蛋好像长高了。红梅搬凳子出来。刘翠芳，你也别偷听了，要听出来听。强子，你的事儿你自己说吧。你大哥那么多年就给大嫂寄10来块钱。大哥你咋那么糊涂？大嫂在家1分钱掰成2瓣瓣花，你倒好，我好了，你大哥愿意弥补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娘，昨天说的10块钱，这事儿得问你大嫂，就按娘说的办。我就知道大嫂是个有福气的，以后谁敢再说我家大嫂，我就跟谁急。所以现在是啥情况？你大哥决定以后工资只留5块钱。珍珍，你去拿纸笔写一份声明出来，亲夫妻也得明算账。娘，要怎么写？强子，要不你来写？娘，我那字儿像蚯蚓爬似的，还是小妹来。我顾自强，因为之前只要大家不顾小家，让妻母孩子吃苦寒心，没有半点为人子、为人夫、为人父的担当和责任。现如今在此保证，以后工资发放185元于妻子李红梅户头上。如若以后升职加薪，金额也随之增加。如若有朝一日发生变故，比如夫妻不睦而分开，每月工资一半给予李红梅养育孩子。这份证明放老娘这里，你们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大嫂是个好人，咱老顾家可没有当陈世美的先例。你要是真干出来那糊涂事儿，娘的性子指定让你改姓陈去。我知道，小妹你别念叨了。大哥在我心里可是最好最厉害的人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晓得了，老二昨天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这样说你。大哥，我收回昨天你还不如死的话。如果真有那一天，希望你不会偷偷哭鼻子。我肯定不会哭。娘，我先回去了。鸭蛋儿，姑姑回去了，有空来镇上找我玩。姑姑再见。你休息吧，我去就好。你难得回来一趟，多跟仔相处。强哥，那我走了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看好兄妹俩的。你在笑啥？娘说跟爹玩有糖吃，虽然我还没吃过糖是啥味道，但村里人说糖是最好吃的东西。你娘说的对，爹有糖。爹，我能舔一口吗？保证不多吃。尽管吃，吃完爹再给你买。
哥哥你先吃，记得给我留一点点哦。等娘回来，让娘先吃。哥哥是好蛋。不用让来让去，尽管吃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，以后有啥想要的，尽管跟爹说。爹也是好蛋。妹妹，我想吃糖。最好的东西要先给爹吃。爹吃了，小鸭蛋快吃。好吃吗？好吃好吃，村里人果然没骗我，糖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哥哥，奶奶真的好厉害呀！我妹妹真厉害。必须的，以后聪明蛋带你吃香喝辣的。爹，我想去摘泡，上次哥哥说你带他去的，爹好厉害呀！好，爹带你们去。哇哇哇，好高好高呀！别一会儿摔下来了。我不怕，爹肯定会保护好我的。当年我和你叔叔还有姑姑也经常过来这里玩。爹，我要下去。爹，你就在这里捡，我去旁边捡。你在怪我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地方的人现在饭都吃不起。我去过太多地方，见过太多人，也亲眼看过太多朋友死亡。他们有些刚刚还跟我说想回家看父母，转眼间就……我这条命就是捡回来的。我听不懂，我去找妹妹。哥哥，你怎么就捡这么点儿呀？还要再捡吗？要，给爹吃。真甜。吃了我的果子，可是要干活的哟。哎，吃你一颗果子，爹亏大发了。你是我爹，咋能说亏呢？爹，你先放我下来，轮到我聪明蛋哥哥骑啦。吃了我的果子，你就得干活。本来那颗果子给你的，但爹吃了，你不骑就亏大发啦。那你咋办？我长腿了呀，嘿咻嘿咻，粮食填满仓库嘞。小小年纪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小词儿，嘴里一套套套的。跟你老娘学的，开荒种地，一起收粮食喽！走，爹跑起来呀！爹跑快点呀！大队长的跑得可快啦！你是哥哥，别老躲在妹妹后面，啥事让她帮你出头。你不是好东西，我能是啥好东西？唉，把你那说话不中言的嘴闭上。妹妹，爹打我！打哪儿了？我瞧瞧。痛，呼呼不疼啊！咱不跟坏蛋爹玩啦！哼，哥哥尿床都没挨揍，坏蛋爹一回来就打人。再骂我咬你了啊！哼，真是个坏狗，只会欺负小孩。这小兔崽子绝对故意的。哼，不能太惯着棒槌爹。今天能打小的，明天就能打更小的。唉，哥哥，你下次记得要跑呀，跑到我身后，我保护你。其实不疼，你咬我一口吧，我不该骗你。那他也不该打人，今天敢打你，明天他就敢打娘。这最小的小崽子想象力还挺丰富。他大伯这是咋了？唉，惹俩娃子生气了。你这是干啥了？丫头一直又乖又有礼貌。没事儿，弟妹你先忙。我不会打你娘，也不会打你们。奶奶说人心隔着肚皮。你哥打回来了。我打回去了。哥哥真棒，以后有人打你，你也要像这样打回去哦。以后谁打我，我就打回去。你们的思想不可取，要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那爹你多忍忍好啦。吃亏是福。那你多吃。谁教的你们这些歪理？奶奶教的。奶奶说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奶奶还说你个棒槌是冤大头。以后少听你奶奶的话。之前有坏蛋都是奶奶帮忙的，那个坏蛋差点把哥哥打死了，爹你都不问一下。那坏蛋咋样了？爹，他又饿了。这是娘留着换钱的。以后不用攒鸡蛋换钱了，都给你们兄妹俩吃。马后炮。你就说马后炮是不是炮吧。我好像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太正常了。歹竹出不了好笋，也不对，爷爷是好竹子，咋爹就不是好笋呢？爹，鸡蛋是啥味儿啊？比糖还好吃吗？给2个蛋。爹，鸡蛋真好吃，就是有点硌牙，蛋可不能吃，乖乖吐出来。爹，我逗你玩呢。爹知道。你不是说妹妹蹲着吃饭不好？那你去给她打个高的小凳子。长腿啊！你把哥哥拉下来。要不是怕妹妹受委屈，我才不会跟上来呢。做一个带靠背的，再做个能躺的。好呀好呀，爹真的是太厉害啦！别跑太远。好，哥哥，这个能吃吗？能吃，4月份的时候食堂还吃过。呸呸呸，不好吃。你不要什么都咬，万一有毒咋办？有毒哥哥肯定会拦住我的呀。
那我不在，你可不能乱咬。知道啦，我的好蛋哥哥。哥哥，鸟窝。那是蚂蚁窝，我知道哪里有鸟窝。我是老大，我来分，你多吃点，有力气，到时候咱一起揍爹。好，咱们一起打爹。石墩哥，我能吃一个吗？你没干活，干活才能吃。好吧，那我看你们吃。嘘，我看到了，这样就看不到了。一会儿路过我家门口，记得叫我，我有好东西给你哦。好呀，我记得你，你叫甜枣儿，我是甜枣，你是鸭道。答对了，你也是聪明蛋。以后有人欺负你，尽管来找我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你可以认我哥做老大，他打架可厉害了。不要，我要自己做老大。妹妹说的对，不怕哦，我哥真不打人。我不怕，甜枣姐姐是好人，甜枣哥哥肯定也是好人。没错，鸭岛妹妹说的对。蛋，回家了。在树林里玩火，被大人知道是要挨打的。我知道，平时我们都去河边烤。走吧。记住我刚刚说的哦。好，爹，大概要多久才能做好呀？要几天，爹给你弄个漂漂亮亮的。我家男人外边没人，昨天吵啥关你屁事？我男人回来想他老子不行。王婶儿，有人偷懒啊，快过来管管！这一天天，咱就不懂他们为啥那么好事。你也是这德行，那能一样吗？娘，你说河球局那事儿啥时候能解决啊？顾德他们今早出去了，估计下午就有信儿了吧。如果大柱娘能像你一样，她就不用闹着跳河了。你那加起来没2两的脑子，还天天操心别人的事，你非要找架吵是吧？牙多妹妹，你家粪该抛啦，这个给甜枣姐姐吃。真给我啊？我喜欢枣儿姐姐。那下次我哥烤鸟蛋，我还给蛋儿妹妹吃。好呀好呀，那个枣儿姐，咱还是出去吧。妹呀，你哥要饿死了。我走喽，枣儿姐再见。你俩不热吗？不热。对了爹，我刚刚去茅房，差点被吓死了，有小虫子爬我脚。等吃完饭，爹去看看。还是爹好，要是没有爹在的话，明天我就要被虫子咬屁股啦。有啥事儿尽管跟爹说，有爹在，啥事儿都能解决。鸭蛋儿，娘回来了。娘，今天都玩啥了？去竹林，爹还给娘留了个鸡蛋哦。强哥，你也多补补，感觉你瘦了。瞎说，2蛋好了以后，我饭都多吃了半碗。娘，咱们能种南瓜吗？可以啊，等会儿我让食堂的婆婆留几颗南瓜籽。能多要几颗吗？我想玩。行啊，晚上娘给你拿回来。好耶，娘最好。我要睡觉啦。吃饱不能马上睡，去院子里溜达几圈。鸡哥哥，你今天下蛋了吗？你看奶奶家的鸡今天就下了2个蛋哦。虽然对方数量比你多，但你也不能落后呀，多下蛋才不会被吃哟。又咋了？我带着何嫂子忙活一早前，好不容易要来电话，结果对方说大柱换地方了。强子，你出来一下。咋了？你想想有啥法子没？大柱大名叫啥来着？林光明，他现在在我手底下，这事儿我能帮上忙，那就麻烦你了。都是自家人，没啥麻烦不麻烦的。媳妇儿，我跟大队长出去一趟，得把这事儿给办好喽。3条人命呢，这种费力的好事可以多做，费钱的好事少做。这事他跑不了。大队长，何嫂子咋想的？她的意思是这事儿怎么也要当面解决。鸭蛋儿，你咋来了？我喜欢跟爹玩。你娘知道你出来吗？我跟哥哥说啦。何嫂子跟着去吗？她可以不去吗？我只是去打个电话，她在不在都差不了多少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过去跟她说一声。去吧。鸭蛋，要不要去捡石头玩？不要，我要睡觉觉。爹，我睡醒啦。你想干啥？我想听爹讲故事，就那个飞机的故事。那也不是我的老班长，是我老班长的班长，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用步枪打鬼子飞机的事儿也是真的。爹，故事不是这样讲的。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叫草根的小伙子。爹，这就没了。没了？这故事不好听吗？那草根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，有时跑最快，凭啥他能当主角？所以他死了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不能当个无所事事的二料子。你这个故事还没有王婶婶讲的种地知识好听。
你喜欢种地？对呀，我想尝尝大白米饭是啥滋味的，是不是真的不卡嗓子？等爹下个月发工资，让你娘带你去国营食堂吃。爹真好，到时候我可以写信吗？你大字不识一个，写哪门子信？你少看不起人，我不会写，但是我会画呀。爹肯定是不想理我，没关系的，我才不难过嘞。我啥时候说不想理你了？你想寄就寄，到时候有空就给你回信。那是不是把信放邮局就行啦？这是我们的小秘密，我不想让娘和哥哥知道。可是我太没本事啦，长那么大1分钱也没赚到。你还是个崽子，赚啥钱？以后爹每个月给你2块钱买邮票，好不好？拉钩，骗人是小狗狗哦。西西，2块钱到手啦。奶奶说5块钱娘能夸3天，那2块钱起码得夸1天吧？这是粗粮，食堂婆婆怕我肚子饿，特地做的。非得要来，受苦了吧？和爹在一起不苦，就是眼睛快要睁不开啦。睡吧，到邮局我喊你。记得要叫我哦。别叫他了，让他继续睡吧。答应孩子的事要做到，不然下次他不会再信你了。你以后会是个好父亲。鸭蛋到了。嘿嘿，大队长真好。你确定是同一个人？如果地址也是一样的，那就是一个人。我打个电话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咋样？得等电话打回来才知道。林光明这事儿降级了，1个星期内会到家。好的，麻烦宁政委了。别说这话，你可别干这糊涂事儿，不然别说认识我。我不会干那没种的事儿。行了，你注意出发日子，到那边好好干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能解决就好。爹，供销社长啥样啊？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糖果？咱去逛逛，爹兜里还有1块钱。我先回去了，村里还有一堆事儿。大队长再见啊！我带你去书店吧。好。哇，好多书呀！喜欢哪本？这个。这书是成套卖的，1套8本，3块8毛钱。闺女，我感觉这书不太适合你现在看。爹说的对。闺女啊，爹太穷了。没事呀，要不说咱们是一家人呢，我也好穷哦。不行，今天必须得带点东西回去。我儿子和你一样嘞，只可惜他没能见着和平的时候。我不难过，老头子说儿子指定投胎去好人家享福去了。婆婆说的对，好人都会投胎享福哦。乖娃娃，给你吃。乖婆婆，给你吃。我来是想找找有没有小人书，娃自己在家也能看懂。这里面都是书，你看看能不能找到小人书。好，谢谢大娘。有喜欢的尽管拿出来，这次爹肯定买得起。爹真厉害。爹，这里的书真的还能看吗？你多翻翻，翻干净的地方。鸭蛋，你好了没？我好啦。走吧。一共是5毛8。给我吗？嘿嘿，明天不用陪棒槌爹玩了，他已经没有钱啦。给你，别让你娘知道了，不然你的钱就保不住了。知道啦，这是我和爹的小秘密。谢谢大娘。爹，我想要北贝贝，村里。上来吧。爹，你以前有想过我吗？那爹以后多想我，多想娘，多想哥哥，好不好？娘可喜欢你啦，她之前为了你还跟奶奶吵架。我会的。爹，我想去找田走。娘，哥哥，我回来啦！娘上工去了。哥哥，我给你带了好东西哦。你们玩，我去拿工具把茅房掏了。哥哥，我给你分1张，我自己留1张，也给奶奶1张，剩的1张大的，2张小的给娘。你玩得开心吗？开心的，爹还说以后每个月给我2块钱，到时候我给哥哥分2毛。你开心就好。哥哥，这是我特地给你找的书，你要努力学哦。好，小人书你不看吗？我现在只想学种地，哥哥你乖乖看书，我睡觉喽。该不会是汪伯伯给我送的种子吧？耶，为啥会是礼物1只鸡？下阶段任务，植物达到开花期，奖励会授粉小蜜蜂2只，这样就不会霍霍我的地啦。等爹走了，再让娘宰了吃肉。今天种地，明天吃鸡。你们唠啥呢？没唠啥。你家顾月真和那谁处对象了？没有的事儿。我家顾月最近可乖得很，大门都不出。昨天王拐子大半夜跟他媳妇儿干起来了，今儿个他媳妇儿鼻青脸肿回娘家去了。谁赢了？红梅呀，我家顾月你也是知道的，那是个顶顶好的孩子。你可
可真会睁眼说瞎话，你家顾月比我老二家的还能挑事儿。瞧你这话说的，那是以前。红梅啊，你的，我寻思着你家男人在工作地，那不得认识挺好没成家的小伙儿。顾月那丫头长得不赖，人又勤快又有文化，所以你家顾月真没和李老小处对象？哪能啊！我家顾月虽然性子耿直，顾月和李家老小钻玉米地了。哎呦，我肚子痛，我也痛。真是，门口有人挑粪走过，这俩货都得尝尝咸味。你也上茅房是吧？去晚了就没得看了。二婶婶真是太生猛啦！瞅啥瞅？没见过别人处对象啊！你个伤风败俗的玩意儿，老娘是这样教你的。娘，我就要嫁给李珊。老娘早知道你是这玩意儿，当初生的时候就应该把你溺死。大红，你也别生气，事情都到这步了，有事儿咱两家关上门好好聊。就是你个死老太婆搞的鬼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哎呦，婶婶，这个大娘好厉害哦，都没碰到就把婆婆打倒了。娘，你怎么能那么恶毒？你们别光顾着看，来几个劲儿大的，帮忙把这死丫头押回去。我就要跟李珊哥在一起，而且我已经有他的崽了。这人老果然是不中用，站都站不稳。亲家，咱挑个日子吧。我家可是穷的叮当响，礼音啥的一分没有哈。闭嘴！以后有好吃的要想着二婶儿，晓得不？好，等回家我给婶婶分派吃。呸！这就结束了？你咋来了？你爹呢？我跟二婶婶来的，爹在家掏粪坑呢。你让他干的？娘，我中午跟爹去市里买了好多小人书，爹还给我零花钱啦。他还说以后每个月都给我2块钱。哎呦，不愧是我家能耐蛋，等回去娘给你煮鸡蛋补补。哥哥也补，娘也补，不给爹补。鸭蛋回家啦。生完孩子半个月，这人简直跟没生似的。你可千万别学你奶，凶巴巴容易嫁不出去。婶婶，你不怕我告状哦？敢告状，我就不带你看热闹了。不说，下次婶婶还带我。我就知道。走，二婶婶继续带你看热闹去。顾月真怀了？从脉象看没怀孕，但我建议你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我怀疑顾月生不了娃儿。他大伯这是咋了？惹俩崽子生气了。两蛋小时候你没抱，这不正好给弥补上了？我掏粪的活还没干完呢。婶婶，我拿泡儿给你。哎呦，鸭蛋真大方，比你二叔强多了。那婶婶就不客气啦。说好啦，下次有热闹，婶婶还带我。成，忘不了你。